西，把门打开！我知道你们一家在里面吃香喝辣。滚，或者死！极寒末日降临，当全城人在冰封中绝望哀嚎，甚至为了半块饼干互啃骨血时，我们一家4口正躲在这座耗资百万打造的钢铁堡垒里，涮着牛油火锅。我们本以为可以这样躺赢到最后，直到那场真正摧毁一切的超级风暴向我们的安全屋无情碾压而来。10月的 A 市本该是满城落叶金黄的深秋，如今却透着一股反常的死寂，气温在短短1周内诡异地跌破了0度。我站在公司大楼的落地窗前，看着外面灰蒙蒙的天空，心里莫名有些发毛。大厅的电视屏幕上，新闻播音员正用急促的语调播报着反常的天气现象。紧急插播：南方多地突降暴雪，交通全面瘫痪。此外，受极端气流影响，数万只候鸟在迁徙路线中大面积冻毙。就在这时，我的手机疯狂震动起来，屏幕上跳动着"爸爸"2个字。电话刚一接通，那头传来父亲压抑的声音：小月，听仔细了，半个字都别漏，立刻离开公司，去接上你弟，马上回郊区家里来。我愣了一下，下意识地捏紧了手机。爸，出什么事儿了？我下午还有个重要的会。别管什么狗屁会了。父亲的声音带着一丝我从未听过的轻颤。这天不对劲，咱们后山的蛇虫鼠蚁连冬眠都顾不上，全在疯了一样往地底最深处死命钻。院子里的水缸半小时就冻裂了，这绝对不是普通的寒潮。再不回来，你们姐弟俩就得被活活冻死在城里。父亲的话像一柄重锤，狠狠砸在我心上。地下室的炉子我已经升起来了，你妈正在给你们铺厚被子。记住，路上遇到什么情况都别停车，直接往家开。父亲顿了顿，声音忽地柔和下来，却透着不容置疑的坚决。听话，赶紧回来，天塌下来，咱们一家4口也得死在一块儿。好，我马上回。挂断电话，我抓起车钥匙和羽绒服就冲出了办公室。我立刻给在体校读大2的弟弟陈哥打了电话。下午3点，我们姐弟俩开着我的代步车，一路向位于 A 市远郊的自建3层大别墅狂飙。出城的路上异常拥堵，我握着方向盘，敏锐地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夹杂在车流中疯狂往外省方向超车的，竟然有许多平日里难得一见的顶级豪车，有的甚至连车牌都没来得及挂。看着那些疾驰而去的迈巴赫和劳斯莱斯，我心里猛地一沉。看来那些真正有权势的人早就提前得到了某些内部消息，已经开始逃难了。这场灾难绝对比新闻里轻描淡写的播报要恐怖得多。一路有惊无险，我们终于抵达了目的地。这栋别墅是爸爸前几年包下了一片荒地自己盖的，院子极大，外墙用的是加厚红砖，还带一个超大的地下恒温车库。推开院门，一股浓烈的机油味和切割金属的焦糊味扑面而来。院子里停着一辆巨大的军绿色越野房车，那是爸爸花了大价钱收来的2手乌尼莫克改装版，平时当宝贝一样供在车库里，今天却被开了出来。爸爸正穿着满是油污的工作服，拿着角磨机在焊接着什么钢板。妈妈系着围裙，双手端着一屉刚出锅的白面大肉包。快趁热吃！你爸搁那儿锯了一早上铁皮，劝也劝不住。陈哥放下沉甸甸的书包，搓着冻僵的手凑过去，抓起一个包子烫的直吸溜。爸，大冷天的你折腾啥呢？爸爸关掉角磨机，摘下沾满灰的护目镜，指了指院角，那里堆着10几只僵硬的麻雀，羽毛上结着惨白的冰霜。今早扫院子捡的，全都冻成了石头，内脏磕在地上梆梆响。他叹了口气，从贴身的里怀掏出一张边缘磨损的银行卡。小月，你卡里还能冻多少钱？他看向我，眼神是少有的严肃。加上理财大概30万。我老实回答。陈哥，你从小攒的压岁钱和奖学金呢5万多点吧。陈哥停下了咀嚼，察觉到了气氛的异样。加上我和你妈的养老钱，还有昨天盘出汽修厂的现款，家里现在一共有120万。爸爸抹下着银行卡，满眼愧疚地看向妈妈。这雪下的太邪乎，怕是熬不过去的大灾。我想把这120万在3天内全换成物资，一分不留。短暂的沉默后，人活着，钱才叫钱。妈妈的声音温和却坚定。买，只要咱们一家4口平平安安拢在一块儿，千金散尽，咱也能再赚回来。从那一刻起，我们家彻底变成了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爸爸带着陈哥，开着那辆房车直接去了市郊的煤炭集散中心。极寒之下，天然气管道一旦冻裂或者停气，电网必定崩溃。传统的煤炭是唯一的救命稻草。不要散煤，
全要高密度的无烟煤和蜂窝煤。爸爸直接拍出10万块现金，整整20吨优质无烟煤，5万个蜂窝煤球被分批运回了我们家的地下车库和后院的防空窖里。为了防止煤炭受潮，爸爸和陈哥在车库地上铺了3层加厚的防潮防水油布，又在四周撒了大量的生石灰。光有煤不行，还得排烟。爸爸买回了4个军用的铸铁取暖炉，这种炉子不仅能烧炭取暖，上面还能烧水做饭。我们在别墅的1楼客厅、2楼走廊、主卧和地下车库各安装了一个。为了防止一氧化碳中毒，爸爸在墙上打孔，将加厚的铝箔排烟管直接通向室外，所有缝隙都用耐高温的防混凝封得死死的。每个房间还安装了3个独立供电的一氧化碳报警器，墙体保温是我负责。我买空了附近3个建材市场的聚氨酯发泡剂、防风隔热膜和隔音棉。我和陈哥踩着梯子，把别墅所有的窗户缝隙全部打满发泡剂。玻璃上贴了3层防风隔热膜，最后再用厚厚的隔音棉将不常用的窗户彻底封死，只留下客厅和主卧的2扇小窗用来透光和观察外界。妈妈也没闲着，她把家里所有的旧棉被、旧军大衣翻了出来，全家动员，沿着所有的门框和窗框钉了一圈厚厚的挡风门帘。妈妈一边飞针走线，一边指挥陈哥去把那些废旧的纸箱子拆了，铺在地砖上，上面再铺一层旧地毯。囤货的重头戏是主粮。爸爸联系了以前跑长途认识的农副产品批发商。陈哥，去租2辆最大的厢式货车。今天我们要去郊区的粮油批发市场。他穿着厚重的工作服，手里捏着一份长达3页纸的清单，眼神放光。米面粮油能买多少买多少。那天下午，2辆重卡直接倒进了我们家院子，全家4口人连轴转了6个小时，才把这些救命的口粮全部扛进屋。2000斤东北大米，全部要求抽真空包装，被我和陈哥嘿咻嘿咻的扛上2楼。在干燥的空房间里码放得像一堵白色的砖墙，1000斤高筋面粉，500斤黄豆，200斤绿豆，紧挨着大米堆到了天花板。光吃碳水人会浮肿，必须有脂肪和蛋白质。爸爸一边用毛巾擦着满头大汗，一边指挥着卸货工人把整整50桶20升装的压榨花生油和菜籽油小心地搬进1楼的储藏室。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家的厨房变成了屠宰场和加工厂。爸爸直接拉回来了3头200多斤的大肥猪，没法放冰箱，因为随时会停电。妈妈展现出了老一辈人恐怖的食物保存能力。大块的五花肉被切成条，用粗盐、花椒、八角腌制了整整3天，然后挂在后院的通风处风干，做成能保存1-2年的腊肉。肥肉被全部剔下来，院子里架起了一口大铁锅，柴火烧得极旺。妈妈站在锅边，拿着大铁铲不断翻搅，白花花的肥肉在高温下滋滋作响，慢慢变成金黄色的油渣，浓郁的猪油香气飘满了整个院子。小月，把那些陶瓷罐子拿过来，擦干，不能有一滴水。妈妈满头大汗的吩咐。熬好的猪油被舀进10几个巨大的陶瓷罐子里，冷却后变成了雪白坚硬的固体。这些高热量的动物脂肪在极寒时期就是续命的仙丹。那些炸得酥脆的猪油渣被妈妈撒上一点稀盐，装在保鲜袋里。陈哥干活累了，抓起一把塞进嘴里，嚼得嘎嘣作响。排骨和瘦肉一部分被爸爸用绞肉机绞碎，灌成了上百斤的风干香肠，另一部分则被直接扔进大锅里，加入大量的盐和酱油，做成了高盐分的卤肉，密封在玻璃罐头里。除了猪肉，我们还扫荡了批发市场的罐头区，500罐午餐肉，200罐红烧牛肉，300罐黄桃罐头，还买了200瓶最便宜的几块钱1瓶的维生素 C 片。妈妈则买了500斤大白菜，300斤白萝卜和200斤土豆。地下车库被我们彻底改造成了战备仓库，角落里我妈正带着我布置临时地窖，大白菜剥去烂叶，根部朝下整齐地码进沙土里，萝卜土豆也挨个埋严实，旁边还靠墙垒着它连夜腌好的10大缸酸菜和辣白菜。往里推，挨紧承重墙不容易结冰。我们娘俩这边刚拍净手上的泥，车库另一头就传来了爸爸的吼声。他和陈哥正满头大汗地将第5个1吨重的储水桶硬生生兑进最深处的墙角。爸，这5吨够喝到猴年马月了。陈哥瘫坐在地，大口喘气。全城水管一动爆，这就是全家的命。爸爸没好气地扔过去一条毛巾，旁边我和我妈正把100箱矿泉水码成墙，5盒军用净水片宝贝似的锁进防潮箱。第二天，爸爸又砸重金连夜在院角打了一口深水井，原始地接了个铸铁手动压水泵。早晚得停电，高科技全是废铁。爸爸用力压下铁杆，看着清冽的井水涌出，紧绷的脸上终于露出一丝踏实。只要咱家还有一把力气，就绝对渴不死。水和粮基本落听，但爸爸的眉头并没有完全舒展。还有药。吃早饭时，他盯着墙上的钟表。极寒里，一个小感冒没有药就是半个死刑。小月，你和你妈今天出门，把周边的药房全扫一遍。当天下午，妈，人家限购了。药房里我急得冒汗，我妈把我护在身后，冲收银员挤出讨好的笑。大妹子，通融通融。
家里3个瘫痪老人，血大出不了门的。靠着演技，我们做贼似的跑遍8家药房，把退烧、消炎和急救品塞满后备箱。傍晚，爸爸扛回4个大编织袋。极地科考级防寒服，能抗零下60度。至于防身，爸爸白天没提，直到深夜，我起夜时看到客厅没开大灯，只有一盏昏黄的台灯亮着。爸爸坐在地板上，脚边散落着3把开山斧、几把全钢工兵铲，还有2把泛着冷光的大马士革开山刀。他手里正拿着一台大功率射钉枪，熟练地拆解开，把里面的弹簧换成了更粗的型号。咔嗒一声，枪管重新装好。陈哥不知什么时候也站在了卧室门口，看着满地的凶器，咽了口唾沫。爸爸抬起头，平日里总是带着笑的脸，此刻在阴影里冷得像外面的冰渣。这玩意儿本来是打木板的。他举起射钉枪，拍了拍旁边整整5大箱、几万枚钢钉。但我刚换了弹簧，它能在5米外打穿一个人的脑壳。他盯着陈哥，陈哥，从明天开始，我教你怎么瞄准。如果真到了有人抢咱们家口粮的那一步，手别抖。陈哥脸色发白，但他看着爸爸的眼睛，重重地点了点头。到11月10号这天，卡里的120万只剩下了几百块的零头。整个3层别墅从地下室到2楼被物资塞得满满当当。看着满屋子的米面粮油和生存装备，我和陈哥长长的舒了一口气，以为终于可以安稳地锁门苟活了。但我爸却站在窗前，死死盯着手里那个军用气压计，眉头拧成了一个死结。气压在狂掉，那股寒流提速了。我爸突然抓起挂在门背后的车钥匙。1楼的防盗窗根本挡不住饿疯了的人。我定做的那批加厚防爆钢板，还有最后500升35号柴油，被物流司机扔在城南的货运站了。司机说路面结冰，给多少钱都不送。爸，别去了，外面天都黑得不正常了。我看着窗外的乌云，心里莫名的发慌。没有钢板封窗，这满屋子的物资就是给别人准备的。没有柴油，停电后咱们连取暖的炉子都烧不起来。我爸一把将那把改装过的重型射钉枪塞进大衣内侧。把你妈叫下来，把1楼所有的门窗反锁，我不回来，谁敲门都不许开。说完，他拉开门，冲进了外面已经开始飘起密集冰粒子的大风中，发动了那辆租来的厢式货车。下午2点，气温在短短半小时内直接砸到了零下15度，窗外的雨夹雪瞬间变成了坚硬的冰雹，砸在玻璃上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新闻里的主持人声音发颤地播报着：全市多处高架桥因黑冰发生连环追尾，请市民切勿外出。你爸的电话打不通了。我妈握着手机，手指骨节捏得发白。就在我们打算出去找人的时候，院子外突然传来一阵刺耳的引擎轰鸣和刺耳的刹车声。院子的大铁门被粗暴的撞开，那辆租来的厢式货车冲了进来，车头凹陷了一大块，挡风玻璃碎成了蜘蛛网状，保险杠上甚至还沾着刺眼的暗红色血迹。我和陈哥疯了一样冲出去拉开车门，我爸浑身是血地从驾驶室里跌落下来，大口喘着粗气，大衣上被划开了一道长长的口子，里面的棉絮翻飞着。爸，你受伤了！陈哥声音都劈叉了。不是我的血，货运站乱套了，几百个滞留的司机和搬运工因为停水停电开始砸超市抢吃的，有几个眼红的杂碎盯上了我的车，想抢我的柴油。那你怎么回来的？我咽了口唾沫。我爸从大衣里掏出那把射钉枪，枪管还在微微发热。我说了，这玩意儿能打穿脑壳。卸货，赶紧卸货！外面的世界已经疯了！那一刻，看着货车车厢里那几块厚重的防爆钢板和几大桶救命的柴油，我终于真切地意识到，极寒彻底降临了。我们顶着冰雹，疯了般将防爆钢板和柴油死死拖进客厅。大门刚反锁，我爸抄起电钻大吼：“陈哥顶住！”小月拉窗帘，停电前必须把1楼玻璃全用钢板封死。狂风凄厉，我和我妈死死抵住沉重的钢板。我爸和陈哥红着眼狂打膨胀螺丝，就在最后一颗螺丝咬进墙体的瞬间，头顶的吊灯诡异地闪烁了2下。啪！远处传来一声闷响，整个小区的变压器在极寒中彻底冻爆了。断电的那一瞬间，屋里陷入了死寂，只有窗外狂风撕扯树枝的尖笑声，以及防盗门被冰雪拍打的沉闷撞击声。黑暗中，气温骤降的速度快得让人头皮发麻，哪怕隔着3层防风膜和聚氨酯发泡剂，我依然能感觉到一股锐利的寒气正顺着墙缝往骨头缝里钻。啪嗒，一束强光手电的光柱亮起，稳稳地打在客厅中央。是爸爸。别慌，
都在原地别动。爸爸的声音没有一丝波澜，他在黑暗中准确地摸到了茶几底下的备用电源箱。几秒钟后，客厅角落的4个大容量户外移动电源被开启，连接在上面的几盏暖色调 LED 露营灯亮了起来，昏黄的光线重新填满了被加厚窗帘封死的客厅，驱散了那种令人窒息的压迫感。陈哥，去查1楼和地下室的4个铸铁炉子，把风门关小一半，保持暗火，千万别让火灭了。小月，看温度计。爸爸有条不紊地下达指令。我抓起手电，走到挂在内墙上的温度计前。普通的电子温度计早就因为低温导致电池放电异常，屏幕变成了一片乱码。爸爸提前挂在旁边的那只工业级酒精温度计，红色的液柱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向下猛缩，零下40度、零下50度、零下65度，液柱最终停在了刻度线的底部边缘，微微颤抖。爸，零下70度了。我报出这个数字时，呼出了一口白色的哈气。屋里的温度也在降，尽管4个炉子都在烧，但室温已经从20度掉到了10度左右。知道了。爸爸套上一件军大衣，走到窗前，掀开厚重的隔音棉和挡风门帘的一角，透过唯一流出的那条10厘米宽的观察缝向外看。水管爆了，他沉声说。我凑过去看了一眼，借着手电的反光，我看到对面那栋豪华别墅的外墙上挂着一条巨大的类似于瀑布一样的冰柱。把极地防寒服拿出来吧。爸爸放下帘子，转头说。妈妈没说话，手脚麻利地从防潮箱里拖出那4套厚重的连体极地防寒服，又拿出4双他亲手织的厚羊毛袜，赶紧换上，把脚脖子和手腕的魔术贴扎紧，热量不能散。妈妈把衣服塞到我们手里，转身去给炉子添了几块高密度的无烟煤。换上防寒服后，体温终于被牢牢锁住。接下来的3天，我们一家4口彻底与世隔绝，通讯基站早在断电的第2天就彻底瘫痪了，手机变成了只能看时间的废铁砖头。爸爸那台手摇式收音机，无论怎么调频，里面传出的只有刺耳的电流麦克风声，没有任何官方的救援广播。世界仿佛在一夜之间死掉了。但在这个死掉的世界里，我们家这栋被物资塞满的别墅成了一座坚不可摧的温室，生存的法则被简化到了极致，维持温度，摄入热量。第4天中午，客厅的铸铁炉子上，那口大铁锅正冒着浓郁的白气。妈妈在炖肉。在极寒环境下，人对脂肪和碳水的渴望是刻在基因里的本能。妈妈切了整整2斤之前腌好的肥瘦相间的腊肉，配上地窖里拿出来的半颗大白菜和几颗土豆，加上一把粉条，炖了满满一大锅。浓烈的肉香和白菜的清甜在封闭的客厅里弥漫。吃饭，妈妈把4个大海碗摆在茶几上，每个碗里都盛得冒尖。她特意把腊肉最肥、油水最足的部分全挑到了陈哥和爸爸的碗里。妈，你给我这么多干嘛？你自己吃。陈哥看着碗里那层厚厚的油花，要把肉拨回去。你长个子，又是男孩子，抗冻需要热量，你爸守夜耗体力，我跟你姐在屋里待着，吃土豆粉条就够了。妈妈用筷子敲了一下陈哥的手背，语气严厉，但眼神里全是心疼。爸爸没说话，默默地把自己碗里的几块瘦肉夹到了妈妈碗里，又夹了2块给我，都多吃点，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下午陈哥跟我去地下车库把水桶都检查一遍，看有没有结冰的迹象。一家人围着炉火，呼噜呼噜地吃着热腾腾的猪肉白菜炖粉条，腊肉的油脂在口腔里爆开，顺着食道咽下去，浑身的毛孔都舒张开了。就在我们吃到一半的时候，窗外突然传来了一声凄厉的尖叫，那声音隔着3层玻璃和厚重的隔音棉传进来，已经变得很沉闷，但依然能听出那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带着极度的绝望和恐惧。我们4个人的动作同时顿住了。陈哥放下了碗，下意识地摸向了放在沙发旁边的工兵铲，坐下吃饭。爸爸头也没抬，夹起一块土豆塞进嘴里。爸，那是隔壁栋的。我压低了声音。我知道。爸爸咽下食物，放下筷子，拿起一块抹布擦了擦手，走到窗前的观察缝前。我跟了过去，顺着缝隙往外看，外面的雪已经积到了接近1楼窗台的位置。在惨白的雪地上，对面那栋原本富丽堂皇的别墅，1楼的落地窗已经被砸得粉碎，几个裹着各种破烂棉被、头上缠着围巾的黑影正往破损的窗户里钻。那个女人的尖叫声很快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沉闷的打杂声和隐约的抢夺声。他们家的木柴和食物应该耗光了，水管也爆了，门又没加固，在零下70度没有取暖设备，人撑不过24个小时。爸爸的声音平静，那些抢东西的人是从市区方向逃难过来的，他们没有物资，只能靠抢。我看着雪地上那几串凌乱的脚印，胃里一阵翻江倒海。仅仅4天，文明的遮羞布就被零下70度的低温彻底撕碎了。小月，害怕吗？爸爸突然转头看着我，我深吸了一口气，摇了摇头，不怕，我们有吃有喝，门窗都封死了，光封死没用。爸爸转过身，走到客厅角落的物资堆里，拖出了一个沉重的黑色战术背包，拉链拉开，里面是2把改装过的重型射钉枪，3把开山斧，以及几大盒闪着寒光的加长钢钉。陈哥，过来！爸爸招了招手。陈哥走过去，爸爸把一把射钉枪塞进他手里，然后拿起一把开山斧，当着我们的面用磨刀石开始打磨斧刃，刺耳的摩擦声在温暖的客厅里回荡，带着一种令人胆寒的金属质感。从今天起，家里实行2班倒值夜，我和陈哥负责下半夜最冷的时候，你和你妈负责上半夜。爸爸一边磨斧头，一边定下了规矩。还有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爸爸停下手里的动作，抬起头，
布满血丝的眼睛死死盯着我和妈妈。不管外面是谁在叫，哪怕是熟人，哪怕是亲戚，哪怕是个快冻死的孩子，绝对不许开门。我们家的物资是我们拿命换来的，谁敢来抢，谁就不再是人，是野兽。爸爸抓起一把钢钉，咔嗒一声压入射钉枪的弹夹里，拉动枪栓，发出清脆的机械咬合声。对付野兽只能用猎枪。那天晚上风雪更大了，我抱着一个灌满热水的军用黄铜汤婆子，坐在2楼楼梯口的折叠椅上，直上半夜。身边的铸铁炉子散发着稳定的热量，妈妈坐在我旁边，借着微弱的充电台灯，用剪刀把几件旧毛衣剪开，拼接成更厚的毯子。我看着妈妈鬓角不知什么时候多出的几根白发，鼻尖突然有些发酸。在这个疯狂的世界里，外面是互相残杀的地狱，而在这个几十平米的房子里，妈妈还在操心着睡袋底下的寒气。突然，1楼紧闭的防盗铁门传来了一声沉闷的撞击声，妈妈手里的针猛地停住了。我瞬间抓起了放在脚边的那把开山刀，手心全是冷汗，死死盯着楼下的黑暗。撞击声只响了一下，随后是一阵悉悉索索的，像是指甲抓挠铁皮的声音，伴随着微弱的喘息。救命，给口吃的！一个虚弱断断续续的男人声音，隔着厚厚的门板和隔音棉飘了进来。我握着刀的手因为用力过度而骨节发白。妈妈放下手里的毛衣，站起身，走到我身边，温热粗糙的手掌用力按在了我的肩膀上。她没有说话，只是冲我坚定地摇了摇头。我们在楼梯口坐了整整半个小时，门外的抓闹声渐渐弱了下去，直到彻底消失，只剩下风雪的呼啸。第二天清晨，爸爸和陈哥去清理1楼排烟管的积雪时，在防盗门外看到了一具冻得硬邦邦的尸体。那人蜷缩成一团，双手死死扣着我们家铁门上的隔热膜，指甲全部断裂，脸上带着一种诡异的冻死前特有的诡异微笑。爸爸面无表情地用工兵铲把那具尸体铲到了院墙外，然后用雪掩埋了血迹。极寒第5天，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极寒第5天，外面的雪已经积到了半米深，这种雪是像岩粒一样坚硬密集的冰沙，风一吹，打在别墅2楼的防风膜上，发出沙沙声。1楼的窗户已经被积雪彻底埋了一半。早上7点，爸爸和陈哥全副武装，穿着极地防寒服，腰里别着开山斧，推开了通向后院的加厚铁门。极寒的空气像刀子一样灌进来，瞬间在门框上凝结出一层白霜。他们不是出去散步的，而是去清理排烟管。爸爸一边用工兵铲奋力铲开积雪，一边大声冲陈哥喊：“记住，不管多冷，每天早晚必须清理2次。”陈哥没说话，只是闷头挥舞着铲子。零下70度的低温下，哪怕穿着防寒服，剧烈运动依然让人肺部像吸入碎玻璃一样生疼。5分钟的清理工作，父子俩回到屋里时，眉毛和睫毛上全是白花花的冰碴子。妈妈赶紧递上2块热毛巾，又端来2碗滚烫的浓豆浆。快喝口热的压压寒气。这是妈妈早上刚用发电机带动的破壁机打的，家里囤了500斤黄豆，这时候成了极好的植物蛋白来源。不仅有豆浆，茶几上还摆着一盘刚炸出来的油条。在零下70度断水断电的末世，能吃上一口外酥里嫩、冒着热气和油脂香的现炸油条，简直比灾前的满汉全席还要奢侈。多亏了你爸买的这几个铸铁炉子，火旺，架上油锅就能炸。妈妈笑着把一根最粗的油条塞进陈哥手里，多吃点，把刚才耗的体力补回来。一家人围着炉火，就着咸菜喝豆浆吃油条，炉膛里的无烟煤烧得通红，发出细微的噼啪声。就在这种极度反差的温馨中，2楼负责瞭望的我突然看到了一丝不对劲。爸，有人来了！我放下手里的望远镜，快步走到楼梯口喊道。爸爸立刻放下碗，抓起放在沙发上的大马士革开山刀，3步并作2步跨上2楼。他凑到观察缝前，眯起了眼睛，顺着他的视线，我看到远处的雪地上正深一脚浅一脚的走来5、6个人，领头的是个大胖子，身上裹着2件名牌羽绒服，外面还滑稽的缠着一床带花边的蚕丝被，冻得像个臃肿的企鹅。跟在他后面的几个男人，有的裹着窗帘，有的穿着几层单薄的夹克，手里都拎着高尔夫球杆、棒球棍，甚至还有一把明晃晃的菜刀。是王海波。爸爸冷冷地说出一个名字。王海波是我们这个别墅区里最有钱的业主之一，平时开一辆迈巴赫，家里雇着3个保姆。灾前每次在物业群里说话都带着一股高高在上的指导味儿。他来干什么？陈哥也跟了上来，手里提着那把改装过的重型射钉枪。还能干什么？我们家的排烟管天天往外冒热气，傻子都知道我们家里有没有粮。爸爸转身往楼下走，你们3个在楼上待着。陈哥把射钉枪保险打开，从2楼窗户瞄准，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开枪。爸爸独自走到1楼的防盗铁门后，没有开门，只是拉开了门上的一个小观察窗。几分钟后，外面传来了沉闷的砸门声。老陈在家吗？我是老王啊。前排6栋的王海波。王海波的声音隔着铁门传进来，带着明显的颤抖和虚弱，但依然努力维持着他那种惯有的拿腔拿调的热络。爸爸站在门后，声音平静。什么事？哎呀，老陈，终于听到你动静了，这鬼天气真是要命了。王海波似乎松了一口气，赶紧扒在门缝上喊：老陈，是这样，我们家那套德国进口的地暖系统彻底冻裂了，电也停了，家里老人和孩子冻得受不了了。我看你家这排烟管天天冒烟，肯定有碳吧？有。爸爸只回了一个字：
太好了！王海波的声音立刻高了8度，带着一种理所当然的语气。老陈，大家都是街坊邻居的，远亲不如近邻嘛。你现在开门，借我几百斤煤，再借点米面。你放心，我不白拿。等雪停了，救援队来了，我10倍不，我给你转100万，就当交个朋友。100万再灾钱，这笔钱能在 A 市买半套房，但在零下70度的现在，他连擦屁股都显硬。不借，煤和粮食只够我们自己家用的。爸爸的回答没有丝毫犹豫。门外安静了2秒，王海波显然没料到爸爸拒绝的这么干脆。他平时习惯了用钱砸人，语气顿时变了，带上了一丝道德绑架的压迫感。老陈，你这就没意思了啊！现在是什么时候？是全人类共度难关的时候。你家里就4口人，囤那么多物资用得完吗？我们家可是有7、8口人等着救命呢。你难道眼睁睁看着老人孩子冻死？做人不能这么自私吧？老王说的对，你今天必须分点出来。跟着王海波来的一个男人也粗着嗓子喊了起来，手里的大力敲了一下铁门。我们知道你家有吃的，别给脸不要脸。我站在2楼楼梯口，听着这些话，气得浑身发抖。我们花光所有积蓄，冒着风险囤购物资的时候，他们在朋友圈里嘲笑别人是末日妄想症。现在天塌了，他们却理直气壮地要求我们把拿命换来的东西拱手相让。爸爸冷笑了一声：“王海波，收起你那套大道理。”爸爸的声音透过铁门字字铿锵：“我的物资是我花光了全家积蓄买的，是为了保我老婆孩子的命。你们家老人孩子冻死，那是你这个当家长的无能，跟我有1毛钱关系吗？”你王海波被戳中痛处，气急败坏。陈卫东，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我们今天来了6个大老爷们，你这破门能挡多久？识相的赶紧把门打开，咱们5-5分，不然等我们砸开门，你一家老小都得死。砸开门！爸爸后退了一步，手里的大马士革开山刀在铁门上重重地磕了一下，发出一声刺耳的金属爆音。你可以试试。爸爸的声音里透出了一股煞气。我这扇铁门是8毫米厚的钢板，里面焊了10字加强筋，你们手里的棒球棍和菜刀连漆都刮不掉一层。还有，抬头看看2楼，门外的王海波下意识地抬起头，2楼的窗户缝隙里，陈哥正端着那把改装过的重型射钉枪，黑洞洞的枪口死死指着王海波的脑袋。那是改装的射钉枪，5米之内能打穿你的头盖骨。爸爸的声音冷酷到了极点。我数3声，不滚就死。3、2，门外传来一阵慌乱的脚步声和低声的咒骂。王海波显然是个欺软怕硬的主，看到真家伙，立刻怂了。陈卫东，你行，你给我等着，咱们走着瞧。伴随着几句色厉内荏的狠话，那几个人深一脚浅一脚的顺着来时的脚印滚了。爸爸站在门后，听着脚步声远去，并没有放松警惕。他走上2楼，拍了拍陈哥的肩膀，手稳点，别发抖。爸，他们走了。陈哥放下射钉枪，长出了一口气，额头上全是冷汗，只是暂时的。爸爸走到窗前，看着雪地上的脚印，眼神深邃。人在快要饿死冻死的时候是没有理智可言的。王海波今天没借到东西，但他确认了我们家不仅有物资，而且很充足。他今晚一定会来，而且不会是敲门这么简单了。妈妈走过来，手里拿着4把复合弩，这是我们在网上买的最高磅数的竞技弩，杀伤力极大。那我们怎么办？妈妈把弩递给我和陈哥，语气虽然担忧，但手很稳，防守反击。爸爸接过一把弩，熟练的上弦。1楼的门窗他们砸不开，唯一的突破口是后院那扇玻璃推拉门，虽然外面封了木板，但挡不住铁锤砸。陈哥，去烧水，烧2大锅滚开的开水。爸爸突然转头吩咐，烧开水干嘛？陈哥愣了一下，做冰场。爸爸的嘴角勾起一抹冷酷的弧度。下午3点。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极寒天气下的白昼短得可怜。我和陈哥穿着防寒服，提着2个巨大的不锈钢桶，里面装满了滚烫的开水。爸爸推开后院的铁门，外面的冷风像刀片一样割在脸上，顺着围墙的缺口和后门的必经之路泼。爸爸下达命令，我和陈哥立刻将滚烫的开水呈扇形泼洒在雪地上。奇迹般的一幕发生了，在零下70度的极端低温下，滚烫的开水接触到冰雪的瞬间，甚至来不及冒出多少蒸汽，就发出一阵细微的咔咔声。仅仅几秒钟，那些开水就和底下的积雪融为一体，迅速凝结成了一片光滑坚硬且表面呈现出暗黑色的黑冰，这叫泼水成冰。爸爸一边指挥我们泼水，一边解释，黑冰的反光率极低，在夜里根本看不出来，而且它的摩擦系数几乎为0。只要他们敢翻墙或者靠近后门，这片冰场就是他们的断头台。我们在后院布置了整整3条黑冰防线，又在冰面尽头容易摔倒的地方阴损地放置了几个捕兽夹。这些捕兽夹是我们在5金市场买的，本来是用来对付野猪的，夹子边缘带着倒刺，一旦踩中，连骨头都能夹断。做完这一切，我们退回屋内，重新锁死铁门。晚上8点，4个铸铁炉子被调到了最小的风门，屋里的灯光全部熄灭，整个别墅陷入了一片死寂的黑暗。我们一家4口穿着防寒服，手里拿着复合弩、射钉枪和防狼喷雾，静静地守在2楼的窗户和1楼的楼梯口，没有一个人说话，只有沉重的呼吸声在黑暗中起伏。时间1分1秒的过去，晚上11点半，就在我以为他们今天不会来了的时候，后院的围墙外突然传来了一阵轻微的金属摩擦声。来了，爸爸在对讲机里低声说道。
所有人准备战斗，记住，对准腿和肚子打，绝不留情。末世的獠牙终于在风雪中彻底露了出来。晚上11点40分，外面的风雪稍微小了一些，但气温已经逼近了零下75度。在这个温度下，钢铁会变得像玻璃一样脆，人呼出的水汽会在半空中直接凝结成冰晶落下。2楼的次卧里，我和陈哥趴在窗户底下，为了隐蔽，这扇窗户的隔热膜被我们在中间划开了一条极细的缝隙。咔嗒咔嗒，后院3米高的砖墙外传来沉闷的金属碰撞声，那是有人在用带着铁钩的绳索或者简易梯子攀爬围墙。3个人上墙了，外面还有3个负责接应。爸爸蹲在另一侧的窗户后，手里端着一把上好弦的复合弩，声音压得极低，通过对讲机传进我和陈哥的耳朵里。等他们落地，听我口令再打灯。2分钟后，墙头上出现了一个臃肿的黑影，那人喘着粗气，手里还拎着一把消防斧。紧接着，第2个、第3个黑影也爬了上来。借着雪地微弱的反光，我隐约能看出带头的并不是那个胖子王海波，而是白天跟在他身后的那几个壮汉。王海波这种人向来是让别人当炮灰的。跳，他们家后院门是玻璃的，直接砸。墙外传来王海波压低了的催促声。第1个壮汉没有犹豫，为了抢夺物资，他贪婪的直接从3米高的墙头上跳进了我们家后院。他以为迎接他的是厚厚的一层软雪，但他错了。他双脚落地的瞬间，并没有发出踩进雪窝的扑哧声，而是发出了一声清脆的鞋底与坚硬冰面摩擦的哧溜声。零下70度，滚水泼出的黑冰，摩擦系数无限趋近于0。那个壮汉落地的一瞬间，双腿直接不受控制的向外劈开，整个人在重力的作用下狠狠地向后仰倒，砰！他的后脑勺结结实实地砸在了坚硬如铁的冰面上。在这个极端的低温下，人体的骨骼脆得可怕，我甚至隔着双层玻璃都听到了他颈椎或者头骨碎裂的咔嚓声。那人连一声惨叫都没发出来，直接滑了出去，在冰面上出溜了7、8米，撞在后院的葡萄架柱子上才停下，一动不动了。老刘，怎么回事？墙头上的第2个人压根没看清下面的状况，以为同伴只是滑倒了，急匆匆地跟着跳了下来。他的下场比第1个更惨，他落地的瞬间同样失去了平衡，但他下意识地想用手去撑地，结果整个人向前扑倒，顺着我们特意设计的微小斜坡一路向前滑行，而那个方向的尽头被一层薄薄的浮雪覆盖着。浮雪下面是爸爸下午布置的3个大型野猪捕兽夹，一声惨烈的金属咬合声撕裂了风雪夜的死寂，凄厉到极点的惨叫声瞬间爆发。那个壮汉的右小腿被带着倒刺的金刚捕兽夹死死咬住，巨大的咬合力瞬间切断了他的肌肉，甚至夹碎了胫骨。他在冰面上疯狂地翻滚哀嚎，鲜血从防寒服的破口处喷涌而出，但诡异的是，那些滚烫的鲜血喷洒在黑冰上，甚至来不及流淌，就在2、3秒内冻成了暗红色的冰渣。墙头上的第3个人吓傻了，其在墙上进退两难。墙外的王海波也发出了惊恐的骂声。开灯！打！对讲机里，爸爸的声音冷酷的没有一丝温度。我一把按下手里那把2000流明战术手电的开关，一道刺眼的强光光柱瞬间撕裂黑暗，死死地打在墙头那个进退两难的暴徒脸上。人的眼睛在长时间黑暗后突然遭遇强光，会瞬间致盲。那人惨叫一声，本能地伸手去捂眼睛。就在这一瞬间，嗖的一声轻响，爸爸手里的复合弩激发了，一支带着金刚3棱箭头的碳纤维弩箭，以每秒上100米的初速度，精准地穿透了风雪，狠狠地扎进了那个暴徒的大腿根部。啊！那人失去平衡，直接从3米高的墙头上倒栽葱一样摔了下去，重重地砸在墙外的雪堆里。陈卫东，你他妈敢杀人！墙外传来王海波气急败坏又充满恐惧的尖叫。我们人多，砸碎你们家玻璃，放火烧死你们！陈哥，射钉枪，盲打墙外，压制他们。爸爸根本不接话，冷静地下达战术指令。明白。陈哥早就在另一个窗户架好了改装过的重型射钉枪，他没有瞄准，而是直接对着墙外声音传来的方向扣动了扳机。砰砰砰！改装后的射钉枪声音极大，粗长的钢钉带着巨大的动能，穿透了院墙上沿的砖缝，打在墙外的树干和电线杆上，溅起一溜溜火星。他们有枪，快跑快跑！外面传来连滚带爬的声音。剩下的几个人连墙外那个中箭的同伴都顾不上啦，像疯了一样向着来时的方向逃窜。院子里只剩下那个被捕兽夹住的壮汉还在痛苦的哀嚎，他的声音越来越弱，极度的失血和零下70度的低温正在迅速抽干他的生命力。不到10分钟，哀嚎声彻底停止了。我关掉战术手电，双手依然紧紧握着复合弩，手心里的冷汗已经把战术手套浸湿了，心脏在胸腔里疯狂跳动。把武器收好，保险关掉。爸爸推开房门走了进来，他走过来，用力按了按我和陈哥的肩膀。做得很好。爸爸的声音很稳，这股稳重奇迹般的平复了我和陈哥的颤抖。记住这种感觉，在末世，仁慈就是对自己家人的残忍。就在这时，楼梯口传来了脚步声，妈妈端着一个托盘走了上来，上面放着3杯冒着热气的浓红糖姜茶，还有几条热毛巾。来，先把手擦擦，喝口热的。妈妈把托盘放在小桌上，眼神平静而温和。妈，我们杀人了。陈哥握着杯子，声音有些发哑。错。妈妈转过头，
看着陈哥的眼睛，语气坚定，甚至带着一丝严厉。你们是在保护这个家。如果刚才倒在外面的是你们，他们会给我们端一杯热茶吗？他们只会踩着我们的尸体，抢走我们的粮食，把你姐卖了换煤炭。你们没做错任何事，错的是这个该死的天气和那些不劳而获的畜生。妈妈的话彻底打散了我和陈哥心里最后一丝道德负罪感。我喝了一大口姜茶，辛辣甘甜的液体顺着喉咙流进胃里，驱散了四肢百骸的寒意。我转头看向窗外，风雪依然在肆虐，院子里的黑冰上横七竖八地躺着2具冻僵的尸体，但这并没有让我感到恐惧，反而让我生出了一种冰冷的清醒。爸，院子里的尸体怎么办？我放下杯子，声音已经完全恢复了平静。不用管。爸爸走到窗前，拉上厚厚的隔音棉窗帘，彻底隔绝了外面的视线。这么大的雪，明天早上就会把它们完全掩埋，而且留着它们也是给其他想打我们主意的人一个警告。那一夜，我裹在厚厚的睡袋里，听着1楼爸爸和陈哥平稳的呼吸声，睡得安稳。接下来的半个月，我们家迎来了末世中难得的一段平静期。王海波那群人再也没有出现过。听说那天晚上逃回去后，王海波因为极度恐慌和受寒，引发了急性肺炎，在没有抗生素和暖气的别墅里，硬生生咳出了血，没熬过3天就死了。而周围的其他幸存者，在见识了我们家院子里的尸体和那晚恐怖的枪声后，彻底把我们这栋别墅划为了绝对的禁区。早上6点起床，清理排烟管，检查温度计。上午妈妈负责做饭，我和陈哥在2楼的空房间里跟着爸爸进行体能训练，深蹲、俯卧撑、挥舞工兵铲。在末世，体能就是生存的本钱。下午，一家人围在炉子边，妈妈教我打毛衣，爸爸则拆解保养那几把射钉枪和复合弩，陈哥在旁边帮忙打下手。物资充足，地窖里的白菜和土豆依然新鲜，腌制的腊肉和猪油足够我们吃上1年。外面的世界每天都在死人，我们能从2楼的观察缝里看到，原本富人云集的别墅区，现在已经变成了人间地狱。为了抢夺一块冻得像石头一样的木头，几个人能互相用菜刀砍得头破血流，有人把名牌包包和豪车钥匙扔在雪地里，只为了换一口发馊的泡面。而我们家依然能每天吃上热腾腾的米饭，甚至每隔3天，妈妈还会用囤积的黄桃罐头给我们做一次甜汤。这种极致的反差，让我们对父亲当初的破釜沉舟充满了感激。如果天一直这么冷下去，我们靠着这些物资，苟个2-3年绝对没问题。一天晚饭后，陈哥摸着吃撑的肚子，看着地下室里堆积如山的无烟煤，充满信心地说：“爸爸没有说话，只是眉头微皱，看着墙上的工业酒精温度计，气温并没有回升的迹象，反而死死地卡在-75度。别高兴得太早。”爸爸往炉子里添了一块煤，声音有些沉重。静态防御是最被动的，只要我们还待在一个固定的地方，意外就随时可能发生。爸爸的直觉再一次精准得可怕。就在极寒降临的第20天，我们以为可以安稳度过这个末世的时候，大自然这个真正的最恐怖的敌人，终于向我们露出了它毁灭一切的獠牙。那天凌晨3点，我正在2楼值夜，突然我感觉到脚下的地板传来了一阵细微的、持续不断的震颤。我猛地拉开窗帘的一角，向外看去，只看了一眼，我浑身的血液就瞬间凝固了。爸，陈哥，快起来！我几乎是用尽全身的力气，发出了尖利的嘶吼。外面的天空中没有下雪，取而代之的是一道高达数百米、遮天蔽日的白色气墙。那是极端低温导致大气层水汽瞬间凝结形成的超级风暴眼。而在这道气墙的推压下，远处市区的方向，一层高达几十米、犹如海啸一般的巨大冰川，正以一种恐怖的速度碾碎沿途所有的建筑，朝着我们这栋别墅疯狂吞噬而来。那是一道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恐怖冰墙。借着微弱的月光，我看到远处 A 市的市区方向，原本高耸的电视塔和几十层高的写字楼已经彻底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道高达上百米、犹如海啸般向前推进的白色固体巨浪。那是极端低温导致大气层水汽瞬间凝结，混合着狂风卷起的积雪形成的超级冰川。它移动的速度并不像雪崩那样快若闪电，但却带着一种碾碎一切的令人窒息的沉重感。所过之处，无论是钢筋混凝土的大楼，还是高架桥，全都在那种几千万吨级别的冰层挤压下，发出令人牙酸的碎裂声，然后被彻底吞没。脚下的地板震颤得越来越剧烈，客厅茶几上的水杯被震得掉在地上，摔得粉碎。别看了，离开窗户，全家撤进地下车库。爸爸的嘶吼声从1楼猛地炸响，带着他在部队里那种不容置疑的铁血命令感。我瞬间回过神来，一把拉住还在发愣的陈哥，转身就往楼下冲，没有时间去心疼2楼那些堆积如山的米面和猪肉了。在几百米后的冰川面前，这栋我们引以为傲、加固了无数次的坚固别墅，脆弱的就像一个纸糊的火柴盒。留在这里，唯一的下场就是被几千万吨的冰块连人带房子一起压成肉泥。带上 A 级战备包，快！爸爸已经站在了通往地下车库的防盗门前，妈妈早就把4个装满最高密度热量和关键生存工具的战术背包拎在了手里。我接过背包，沉甸甸的重量勒在肩膀上。就在我们4个人刚刚冲进地下车库，
爸爸反手锁死内扇10厘米厚的防爆隔音门的瞬间，1楼的客厅传来了一声恐怖的巨响，内扇被我们封得死死的落地窗，连同半面承重墙，被冰川前锋的狂风和冰块瞬间拍碎，狂暴的极寒气流夹杂着拳头大的冰雹扫射进客厅，紧接着是让人头皮发麻的结构断裂声。别墅的2楼和3楼在这股毁天灭地的力量面前，连10秒钟都没撑住，直接发生了严重的错位和坍塌。地下车库的顶棚开始剧烈掉落灰尘和水泥碎块，头顶上的钢筋发出刺耳的扭曲声。上车，快上车！爸爸一把拉开那辆越野房车的车门，把我和妈妈推了进去，陈哥紧随其后。车厢里一片漆黑，透着一股冰冷的机油味。爸爸动作熟练到了极点，一头扎进驾驶室，插入车钥匙，拧动点火开关，咔嗒咔嗒咔嗒，启动机发出了无力的呻吟声。发动机没有点火，连转速表都没有丝毫跳动。爸爸的脸色瞬间变了，他不信邪的再次拧动钥匙，脚下猛踩油门。这一次，连启动机的声音都消失了，只剩下微弱的电流声。爸，怎么回事？陈哥在后座焦急地问。冻死了。爸爸双手死死握着方向盘，手背上青筋暴起。车库虽然做了保温，但刚才别墅一塌，外面的冷空气全灌进来了，现在的温度绝对低于零下80度。负35号的防冻柴油早就冻成了蜡块，油路彻底堵死。蓄电池在极低温下也出现了严重的电压骤降，连启动电机都带不动了。爸爸说出这番话，等于宣判了这辆车的死刑。没有动力，这辆重达10几吨的钢铁巨兽就是一个巨大的铁棺材。头顶的车库天花板再次发出一声巨响，一道粗大的裂缝从左侧墙壁一直蔓延到我们头顶，大块大块的混凝土砸在房车的车顶上，发出震耳欲聋的闷响。冰川的本体已经压在了我们这栋别墅的废墟上，最多还有1分钟，整个地下车库就会被彻底压塌。卫东，妈妈在黑暗中摸索着，紧紧抓住了爸爸那只满是老茧的手，然后转过身，用力地将我和陈哥揽进怀里。别怕，一家人在一起，死也不怕。陈哥红了眼眶，死死咬着牙，反手抱住妈妈。爸爸则转过头看着我们，我没有说话，一种强烈的不甘心像野草一样在脑海里疯长。一块尖锐的钢筋混凝土碎块砸穿了房车驾驶室前方的挡风玻璃，直直地插了进来。我下意识地扑向驾驶座，想把爸爸推开。在零下80度的极寒中，温热的鲜血甚至来不及滴落，就顺着我的手背甩在了这辆乌尼莫克房车的方向盘和中控台上。就在我的血接触到方向盘中央那个金属车标的瞬间，我的脑海里突然响起了一个冰冷毫无感情的机械合成音。叮，检测到宿主生命体征 DNA 绑定成功，末日战车改装系统正式激活。我猛地愣住了，连手背上的剧痛都忘记了。载具乌尼莫克 U5000房车，状态全车瘫痪，机死油冻电解甲脆。警告，受冰川重压，45秒后将被彻底压碎。提示，发放濒死礼包，单次基础吞噬权限，紧急动力改装。还没等我反应过来，我的视网膜上突然投影出了一块清晰的幽蓝色半透明面板，面板上整个地下车库的3维透视图被扫描了出来。车库角落里，爸爸平时堆放的那些废旧汽车发动机、几百公斤的废弃钢板、角磨机，甚至是还没来得及烧的几吨无烟煤，全都闪烁着绿色的光芒。检测到可用物理材料，废旧高碳钢350千克，废弃内燃机钢体，高密度无烟煤2吨，是否立即吞噬材料，进行紧急破冰改装？是，立刻改装。我在脑海里立刻嘶吼出声，指令确认，材料吞噬中。下一秒，震撼，完全违背了物理学常识的一幕在我们一家4口眼前发生了。车库角落里那些堆积如山的废旧钢板和机械零件，突然化作一道道银灰色的金属流光，直接穿透了黑暗，疯狂地涌入我们乘坐的这辆房车之中。那几吨无烟煤也化为纯粹的黑色粉末，顺着房车的进气格栅被吸入发动机舱。爸爸震惊地直接松开了方向盘，陈哥和妈妈也瞪大了眼睛，死死盯着车窗外这如同科幻电影般的场景。这是什么？爸爸的声音都在发颤。爸，别管是什么，抓紧方向盘！我大吼一声。吞噬完毕，消耗材料，改装进行中。伴随着系统的声音，整个房车开始发生剧烈的物理形变，原本军绿色的外壳被一层层厚重、散发着幽暗光泽的复合高碳钢装甲迅速覆盖，车窗玻璃被替换成了带有金属网格的防弹防压玻璃。最恐怖的改变发生在车头和底盘，车头原本的保险杠向前延伸重组，竟然形成了一个尖锐、长达1米半的重型破冰撞角。而发动机舱里，原本那台被冻死的柴油发动机发出了一阵刺耳的金属重组声。改装完成，新增模块1，地热熔透引擎；新增模块2，高碳钢破冰撞角。根本不需要爸爸去拧动钥匙，那台全新的地热熔透引擎在瞬间自动点火，一声狂暴天鸣声在狭窄的地下车库里轰然炸响，一股庞大的热浪从发动机舱里喷涌而出，将驾驶室里的温度拉升到了0上10几度，挡风玻璃上的冰霜在半秒钟内融化成了水汽。爸，踩油门撞出去！我指着正前方那扇已经被压得严重变形的车库大铁门，声嘶力竭地喊道。爸爸毕竟是当过8年汽车兵的狠角色，面对这种完全超自然的现象，他没有陷入恐慌，而是凭借着恐怖的肌肉记忆，瞬间踩下了离合，挂入最低档，然后一脚将油门死死踩到底。车轮在地面上摩擦出刺眼的火花，
房车带着无可匹敌的动能，狠狠地撞向了车库大门。那扇10厘米厚的防爆大门，在高碳钢破冰撞角面前，瞬间被撕裂成无数块废铁，向外飞溅。就在我们冲出车库的那一秒，身后的地下车库，连同上面那栋3层高的坚固别墅，彻底被几千万吨的超级冰川压成了齑粉。巨大的气浪和冰块碎屑疯狂地砸在房车的尾部，推着我们在厚厚的冰雪上向前滑行了10几米。爸爸死死地稳住方向盘，双手快速打着方向，房车在冰面上划出一道狂野的弧线，终于在一片漆黑的雪原上稳稳地停了下来。车内死一般的寂静，只有那台地热融透引擎还在发出稳定低沉的嗡嗡声，散发着救命的热量。我们一家4口剧烈地喘息着，浑身都被冷汗浸透了。我透过防弹玻璃向后看去，我们曾经的家，那栋囤满了物资为我们挡住了极寒和暴徒的别墅，已经彻底消失了，原地只剩下一座高达上百米的恐怖的白色冰山。如果晚冲出来1秒，我们现在已经变成了冰川底下的肉泥。小月，爸爸转过头看着我，又看了看这辆已经完全变了模样的钢铁巨兽。刚才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深吸了一口气，看着视网膜上那个只有我能看见的幽蓝色系统面板，面板上显示着房车当前的各项数据以及一行醒目的提示：当前载具装甲值100-100，当前燃料储备2吨无烟煤，核心规则无法制造水梁，需吞噬金属与能源解锁战车改装。我抬起头看着爸爸妈妈还有陈哥。爸妈，我们的房子没了，大半的物资也埋在下面了，但是我们有了一个能在极寒里横着走的新家。我拍了拍身下那坚硬的金属座椅，只要有废铁，只要有燃料，这辆车就能带我们活下去。外面的风雪依然在疯狂地呼啸，绝对0度的超级冰川正在吞噬这座城市。乌尼莫克房车在漆黑的冰原上撕开风雪，向前狂奔了整整半个小时。车窗外是绝对0度的地狱，狂风卷着冰碴子砸在防弹玻璃上，发出噼啪声。那道吞噬了我们家别墅的超级冰川终于被远远地甩在了身后，变成了一道模糊的白色绝壁。车内除了地热融透引擎发出稳定低沉的嗡嗡声外，死一般的寂静。直到确认真的安全了，爸爸才缓缓松开了油门，一脚踩下刹车。房车停在了一段被废弃的高架桥下方，这里的桥体挡住了大部分的风雪，是一个绝佳的临时避风港。爸爸双手死死握着方向盘，额头抵在上面，长长的吐出了一口浊气。他宽厚的背影在微微发抖。卫东，没事了，我们都活着。妈妈解开安全带，从后排跨到副驾驶，伸手用力地揉了揉爸爸僵硬的肩膀，然后她转过头，目光瞬间锁定了我的右手。刚才为了推开爸爸，我的手背被砸穿挡风玻璃的钢筋划开了一道大口子。虽然因为极寒和高度紧张，痛觉被暂时麻痹了，但现在车内温度回升到了20度，伤口开始往外淌血，顺着指尖滴在金属地板上。陈哥，开灯，把你姐的 A 级战备包拿过来。妈妈没有任何废话，车厢顶部的 LED 暖光灯亮起，妈妈熟练地拉开战备包，掏出碘伏、医用棉签、云南白药和无菌纱布。在这个没有抗生素和医院的末世，任何一点伤口的感染都是致命的，忍着点。妈妈用棉签蘸满碘伏，按在我的伤口上。我倒吸了一口凉气，疼得浑身一哆嗦。姐，你这手差点废了。陈哥在一旁举着手电筒照明，看着那道深可见骨的口子，眼圈有些发红。废不了，没伤到肌腱。我咬着牙看着妈妈麻利的给我上药包扎，最后用纱布打了一个死紧的结。包扎完伤口，妈妈长出了一口气，把带血的棉签扔进垃圾袋。现在谁能给我解释一下这辆车是怎么回事？爸爸终于缓过神来，转过身看着我们。我没有隐瞒，将刚才脑海里响起的声音以及视网膜上那个只有我能看见的幽蓝色系统面板原原本本的说了一遍。车厢里再次陷入了短暂的安静，也就是说，这个所谓的末日战车改装系统只能通过吞噬废旧金属和能源来强化这辆车。爸爸敏锐地抓住了核心。对，我点点头，调出系统面板看了一眼。它不能凭空变出大米，也不能变出水，它的核心逻辑是等价交换的物理改装。刚才冲出车库，消耗了车库里300多公斤的废钢和2吨无烟煤，才换来了车头的破冰撞角和现在的地热引擎。好事！爸爸一拍大腿，如果它能变出吃的，那反而不符合常理了。只要能保证这辆车的动力和防御，在这个零下80度的鬼天气里，我们就等于有了一座移动的堡垒。可是爸，陈哥有些沮丧地环顾了一下车厢，我们的别墅没了，地窖里的几千斤大米、几百罐肉，还有那么多煤炭，全被冰川压在下面了。我们现在吃什么？陈哥的话戳中了我们目前最大的痛点。在末世，没有物资，再强的战车也只是一座钢铁坟墓。慌什么？爸爸冷哼了一声，站起身，走到房车后半段的生活区。这辆乌尼莫克房车内部空间极大，原本就被改装成了带有一室一厅一卫的格局。爸爸走到最后面的储物舱前，一把拉开了金属卷帘门，手电筒的光柱打进去。我和陈哥同时瞪大了眼睛。储物舱里整整齐齐地码放着4个容量1吨的 IBC 储水桶，里面装满了纯净水。旁边堆着几十袋抽了真空的东北大米，10几个装满凝固猪油的陶瓷罐子，3大箱午餐肉罐头，以及几百块高密度的蜂窝煤和整整2吨无烟煤。极寒第5天，也就是王海波带人来砸门的那天晚上，我就觉得别墅目标太大，
容易被围攻。爸爸拍了拍那些水桶，语气平静。所以这半个月，我每天半夜趁你们睡觉，一点点把最核心的保命物资转移到了这辆车的底盘和储物舱里。鸡蛋永远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看着那堆积如山的物资，我悬在嗓子眼的心彻底放回了肚子里。虽然损失了别墅里将近2/3的物资，但保存在车里的这些高密度热量核水源，配合上妈妈带出来的4个装满药品的 A 级战备包，足够我们一家4口在车里舒舒服服的活上1年。行了，命保住了，家底也还在。妈妈拍了拍手，打破了车厢里略显沉重的气氛。她走到房车中部那个微型的一体式厨房前，打开了水龙头。外头零下80度，咱们既然活下来了，就得吃口热乎的庆祝一下。陈哥把那个卡式炉拿出来。小月去开2个红烧牛肉罐头。妈妈自然地开始分配任务。10分钟后，房车的小餐桌上摆上一口咕嘟咕嘟冒泡的不锈钢小锅，锅里煮着2块面饼，混着2大罐红烧牛肉罐头，上面还奢侈地卧了4个荷包蛋，旁边还放着一壶刚熬好的辣得刺鼻的浓红糖浆水。浓郁的肉香和姜的辛辣味在恒温20度的车厢里弥漫开来，瞬间驱散了刚才死里逃生的恐惧。我们一家4口挤在狭窄的卡座上，一人端着一个不锈钢碗，大口大口地吃着滚烫的牛肉面，真香啊！陈哥呼噜呼噜地吸着面条，眼泪吧嗒吧嗒地掉进了碗里。妈妈没说话，只是从自己碗里夹起一块最大的牛肉，默默地放进了陈哥的碗里，又夹了一块给我。爸爸端着碗，看着车窗外狂暴的暴风雪，又看了看车内亮着暖灯、吃着热面的我们，嘴角终于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爸，我们接下来去哪？我喝了一大口姜汤，感觉浑身的毛孔都舒展开了，抬头问。爸爸放下碗，从战备包里掏出一份 A 市及周边省份的纸质交通地图，铺在桌面上。在末世 ，GPS 导航早就成了废品，只有纸质地图才是最可靠的。他用红笔在地图上画了一个圈，那是我们目前所在的位置。A 市北郊高架桥，那道超级冰川是从北往南推进的，速度虽然不快，但覆盖面积极广。A 市已经彻底没救了，留在这里，迟早会被埋。爸爸的手指顺着国道一路向南滑动，最终停在了距离我们大约800公里外的一个红点上。我们去这里，南方 S 省的地热避难区。灾前我跑长途物流的时候就知道 ，S 省有一条庞大的地下岩浆活动带。极寒降临前，国家在那边紧急修建了大型的官方避难所，只要能挺到那里，就有活下去的希望。800公里，如果在和平年代开车走高速，也就1天的车程。但在现在这个零下80度，道路被废弃车辆和几米厚的积雪彻底封死的冰封末世，这800公里就是一条9死1生的血路。小月，爸爸转头看向我，打开你的系统面板，看看这辆车现在的状态，能不能支撑我们跑完这800公里。我立刻集中精神，调出视网膜上的幽蓝色面板，载具乌尼莫克房车，燃料2吨5烟煤，底盘重型轮胎。警告：前方积雪超2米，伴有路障，极易陷车。建议收集废合金与橡胶，解锁全地形3角履带。我把系统提示原原本本地念了出来。爸爸的眉头深深地皱了起来。燃料不够，而且轮子在深雪里根本跑不快。他用手指敲击着桌面，陷入了沉思。爸，系统说需要废铁和橡胶。陈哥在一旁插嘴道：这高架桥外面国道上不是停满了因为极寒抛锚的废弃汽车吗？那些不都是现成的材料？爸爸眼睛一亮，猛地一拍桌子：对，汽车坟场，明天天一亮，我们就沿着国道走，遇到废弃的车辆，直接让系统吞噬。我们要一路走，一路改，把这辆车变成一辆真正的重装坦克。说是清晨，但车窗外的天色依然昏暗得像一块脏抹布。极寒导致大气层中的冰晶浓度极高，阳光根本无法穿透。车内恒温20度，妈妈起得最早，用卡式炉煮了一锅浓稠的燕麦粥，里面切了半根腊肠，握了4个荷包蛋。吃完这顿早餐，我们全家进入了最高级别的战备状态。陈哥，去检查生活舱的物资固定带，所有水桶和煤炭必须绑死，等会儿路况绝对好不了。爸爸一边下达指令，一边将那把打磨得锋利的大马士革开山刀插进战术腰带，然后拉动了手里那把重型射钉枪的枪栓。小月，穿上极地防寒服，等会儿遇到废弃车辆，你必须下车去接触那些废铁，系统才能吞噬。我负责掩护你。我点了点头，迅速套上那件厚重的科考级连体防寒服，戴上防风雪镜和战术手套。爸爸坐进驾驶室，一脚油门踩下，地热融透引擎发出一声低沉的咆哮。乌尼莫克房车碾碎了高架桥下的冰柱，轰然冲上了被冰雪覆盖的104国道。国道的景象惨烈得让人窒息，极寒降临得太快，这条曾经连通南北的交通大动脉上，横七竖八地停满了各种抛锚的车辆，轿车、货车，甚至大巴车。这些车全都被厚厚的冰雪覆盖。透过那些没有被冰霜完全封死的车窗，能看到里面保持着各种扭曲姿势的尸体。有人紧紧抱着方向盘，有人蜷缩在后座，全都被零下80度的极寒冻成了坚硬的冰雕。爸爸根本没有减速，遇到挡在路中间的小型轿车，他直接驾驶着重达20吨的房车，狠狠地撞上去。爸，前面过不去了。陈哥坐在副驾驶，举着望远镜喊道。房车向前推进了大约10公里后，被迫停了下来。前方的国道上，
发生了一起惨烈的连环追尾事故。2辆重型半挂牵引车横在路中央，后面堆叠着10几辆小轿车，形成了一道高达3米、由废钢铁和坚冰组成的钢铁路障，彻底封死了去路。好机会！爸爸面露喜色，这堆废铁足够你的系统吃一顿饱饭了。小月，准备下车。陈哥，拿上复合弩，在车顶天窗架枪。孩儿他妈，你留在驾驶室，锁死车门，一旦有情况，随时准备接应我们。我推开厚重的车门，刺骨的寒风倒灌进来，我踩着极稀深的积雪，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向那座由10几辆废弃汽车堆成的路障。爸爸端着射钉枪，警惕地跟在我侧后方2米的位置。快点！这种温度下，防寒服最多只能撑20分钟。爸爸通过对讲机低声催促。我走到一辆被挤扁的黑色 SUV 前，脱下右手的战术手套，强忍着刺骨的冰冷，将手掌贴在了那辆车满是冰霜的引擎盖上。系统吞噬！我在脑海里下达指令。叮！检测到可用物理材料，废旧中碳钢1.2吨，废旧橡胶轮胎40千克，废弃铜线束5千克，正在执行吞噬。下一秒，让我震撼的一幕再次发生，那辆重达2吨的 SUV 在我手掌的接触下，表面的冰霜瞬间剥落，紧接着整辆车的金属车架、发动机缸体，甚至4个橡胶轮胎，化作一道粗大的银黑色流光，直接顺着我的手臂，疯狂地倒灌进我的房车之中。短短5秒钟，原地只剩下一堆无法被系统吸收的塑料内饰和几具冻僵的尸体。材料已储备，当前进度：全地形3角履带模块15%，复合装甲加厚5%。继续，我立刻走向下一辆废弃的捷达轿车，吞噬，吞噬，疯狂地吞噬。随着一辆辆废弃汽车化作流光涌入房车，那座巨大的钢铁路障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失，而我们身后的乌尼莫克房车外表的装甲变得越来越厚重，甚至泛起了一层类似军用坦克的哑光黑色。就在我将手按下那辆横在路中央的重型半挂牵引车，准备进行最大一波吞噬的时候，砰！一声沉闷的枪响，突然撕裂了风雪的呼啸，一颗子弹擦着我的头盔飞过，狠狠地打在半挂车的钢板上，溅起一溜火星。离席，隐蔽。爸爸的反应快到了极点，他一把抓住我的防寒服领子，将我粗暴地拽倒在那辆半挂车的车轮后面。陈哥，12点钟方向，废弃加油站2楼。爸爸蹲在巨大的轮胎后，通过对讲机冷静地报出方位。看到了，2个目标，有土制猎枪。陈哥的声音从头顶的房车天窗传来，伴随着复合弩上弦的轻微咔嗒声。我趴在雪地里，心脏狂跳。顺着半挂车的底盘缝隙，我看到距离我们大约100米外的一个废弃中石化加油站，2楼破损的窗户后面，隐约有2个裹着破棉被的人影。操，那是我们的地盘，哪来的硬茬子？敢抢我们的废铁！一个粗粝、带着浓重地方口音的骂声从加油站那边传来。大哥，那辆绿色的车不对劲，刚才那女的摸了一下，几辆车就没了，是不是有鬼啊？另一个人声音里透着极度的恐慌。鬼你妈的头，肯定是用了什么高科技的切割机，那车那么大，里面绝对有吃的和煤炭，打死他们，车就是我们的。话音未落，砰的又是一声枪响，这次是一把土制霰弹枪，大面积的钢珠打在我们藏身的半挂车上，发出密集的叮当声，不知死活。爸爸冷笑了一声，他根本没有探头去用射钉枪还击，因为距离超过了100米，射钉枪的威力已经大幅衰减。陈哥，压制他们。小月，继续吞噬这辆半挂车，把路彻底清空。爸爸下达了冷酷的战术指令。明白。房车车顶上，陈哥沉稳地扣动了复合弩的扳机，一支高磅数的碳纤维弩箭瞬间跨越100米距离，扎进了加油站2楼窗户的木框上，尾羽还在剧烈颤抖。妈的，他们有弩，火力很猛，加油站里的暴徒吓得立刻缩了回去。趁着这个火力压制的空档，我毫不犹豫地将手掌死死贴在了半挂车巨大的金属油箱上。系统给我全吞了。叮！检测到高价值物理材料，重型高碳钢底盘4吨，重载橡胶轮胎120千克，废旧柴油已冻结500升，正在执行深度吞噬。这一次的流光耀眼，长达10几米的重型半挂牵引车在短短10几秒内轰然解体，海量的钢铁和橡胶化作洪流，疯狂地涌入乌尼莫克房车。材料储备达到阈值，底盘模块升级条件满足，是否立即消耗4.5吨高碳钢与160千克橡胶，解锁全地形3角履带？解锁，立刻解锁！我大吼出声。就在我下达指令的瞬间，我们身后的乌尼莫克房车发出了恐怖的金属机械重组声。原本4个巨大的重型越野轮胎在系统的操控下迅速溶解重塑，大量的金刚和橡胶混合在一起，在底盘下方直接延展咬合，最终形成了4组庞大带有深厚防滑齿的全地形3角履带。不仅如此，车身底盘的高度再次被抬升了半米，整个房车彻底从一辆越野车变成了一辆重达30吨的真正意义上的极寒废土坦克。上车，路障已经被彻底清空。爸爸一把拉起我，迅速地冲回房车，拽开车门跳了进去。爸爸坐进驾驶室的瞬间，直接将地热引擎的油门踩到底。换装了履带的房车动力输出发生了恐怖的质变，4组巨大的3角履带在雪地上疯狂刨动，轻松地咬碎了厚达
达2米的坚冰，30吨重的钢铁巨兽发出一声咆哮，朝着那个废弃加油站碾压了过去。卧槽，那是什么怪物？那车怎么长出履带了？加油站2楼的2个暴徒彻底吓疯了，他们连滚带爬的想要逃跑，但已经晚了。爸爸没有丝毫减速，驾驶着履带房车，利用车头那坚硬的破冰撞角，狠狠地撞在了加油站2楼的承重柱上。在30吨钢铁巨兽的绝对动能面前，那种砖混结构的建筑脆弱得像一块豆腐，承重柱瞬间断裂。整个加油站2楼轰然坍塌，大量的砖块和混凝土砸在房车的复合装甲上，连一道划痕都没留下。那2个试图伏击我们的暴徒，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就被活活埋在了废墟之下，彻底变成了极寒废土上的2滩烂泥。爸爸冷酷地挂上倒档，履带碾压过废墟，在雪地上留下2道深邃的履带印，重新回到了国道上。干得漂亮，爸！陈哥从天窗缩回车厢，收起复合弩，兴奋得满脸通红。在这个世道，谁敢对我们开枪，我们就碾碎谁，没有任何废话的余地。爸爸点了一根烟，深吸了一口，眼神冷厉。我看着视网膜上投射出的系统面板，迅速向我爸报出数据。爸，燃料够跑1000公里了，底盘改装也完成了。好，燃料够了，底盘也硬了。他转过头，满意的吐出一口烟圈，双手稳稳地握住方向盘。南方地热避难区出发，履带碾碎冰雪的声音在空旷的国道上回荡。我们一家4口驾驶着这辆刚刚完成第一次进食的钢铁巨兽，坚定地驶向了那未知的800公里死亡公路，时速稳定地保持在80公里。车窗外是被绝对零度彻底封死的惨白世界，车厢内地热容透引擎安静地运转着，将温度死死锁定在22度。这履带换得太直了，油门踩下去，感觉像是在开一艘破冰船。爸爸单手扶着方向盘，另一只手端起保温杯，惬意地喝了一口妈妈刚泡的浓茶。爸，前面有个大型服务区。陈哥坐在副驾驶，放下手里的军用望远镜，里面停着几辆大车，好像是物流员的运输车队。我们要不要绕过去？不绕。爸爸果断地打了一把方向盘，履带碾碎路边厚厚的冰墙，直接拐进了服务区的匝道。系统说这辆车还能继续进化，既然遇到了大车，就不能放过里面的高价值废铁。服务区里的景象比国道上更加惨烈，加油站的顶层已经被积雪彻底压塌，便利店的玻璃碎了一地，里面隐约可见几具为了抢夺食物而互相砍死的尸体，全都被冻成了坚硬的冰雕。爸爸将房车停在服务区广场中央，警惕地观察了4周5分钟，确认没有任何活物后，他才冲我点了点头。小月，穿防寒服，下车。陈哥，天窗架弩警戒。我迅速套上极地防寒服，推开车门，深吸了一口带着冰碴子的空气，踩着履带压出的硬雪，快步走向广场角落那几辆被大雪掩埋了一半的重型运输车。我走到第一辆车前，用手套扫开挂车上的积雪。那是一辆庞大的平板运输车，上面整整齐齐地码放着几十组沉重的箱体，箱体表面印着某知名新能源电池厂的 logo， 而在它旁边的那辆半挂车上则装满了密集的用于西部荒漠光伏发电站的单晶硅太阳能板。爸，是新能源电池组和高纯度太阳能板。我按住对讲机，声音因为极度的兴奋而发颤。在末世，什么是硬通货？除了煤炭和粮食，就是纯粹的能源储备，全吞了，一点渣都别留。对讲机里传来爸爸同样亢奋的声音。我毫不犹豫地脱下手套，将手掌死死贴在那辆装满电池组的平板车上。系统最大功率吞噬，发现高价值材料，废锂电池3吨，光伏板1.5吨，稀有金属200千克，钢材5吨，首次接触高能材料，正在强行突破基础改装限制。这次吞噬极具科幻感，2辆满载物资的重卡化作带篮子电弧的金属洪流，钻进房车，吞噬完毕。消耗材料解锁隐藏模块，内部空间折叠扩展。话音刚落，房车发出剧烈的金属撕裂声。卧槽，爸！车厢在变大。天窗上的陈哥惊呼。我震撼地看到，房车后半段外壳像活物般向外拉伸重组，厚重的复合装甲向后延伸2米，向外扩宽半米。短短10秒，这辆房车变成一个真正的移动钢铁堡垒。小月，快上车，看看里面变成了什么样。爸爸在驾驶室里激动地按响了喇叭。我立刻冲回车上，一把拉开厚重的车门，刚一踏进生活舱，我就彻底愣住了。原本紧凑的一室一厅格局，现在变得宽敞。最不可思议的是，在车厢的最尾部，原本堆放水桶和煤炭的储物舱被系统精妙地重新规划了。在储物舱的旁边，多出了一个被高强度透明防弹玻璃隔开的独立舱室。舱室大约有5平米大小，顶部安装着专业的全光谱植物生长灯，散发着柔和的紫红色光芒。地面上是由系统利用吞噬来的废料合成的平整的恒温种植槽。新增5平米微型生态舱，功能独立地热与全光谱光照，无视极寒，维持25度恒温。注：需自备种子与土壤。这是个温室。陈哥惊得连弩都掉在沙发上。我妈反应最快，一把拉开舱门，一股温暖湿润的空气扑面而来，与车外的极寒死地形成强烈反差。土！陈哥快去搬储物舱里的沙土。他激动的声音破音。极寒前为了存白菜，我妈有远见地挖了几袋院里的黑土，逃难时被塞进了车底。陈哥迅速扛来黑土倒入种植槽，我妈则像对待稀世珍宝般，从贴身口袋掏出一个塑料自封袋，里面装满了极寒前买的速生蔬菜种子，小白菜、生菜、小葱和蒜苗。能种
真的能种。妈妈小心翼翼地将黑土铺平，用手指轻柔地在土里按出一个个小坑，将那些微小的种子撒进去，最后仔细地浇上一层温水。在全光谱植物生长灯的紫红色光芒下，妈妈那双布满老茧的手微微颤抖着。我和爸爸站在玻璃舱外，安静地看着这一幕。在这个绝望连呼吸都能把肺冻裂的末世里，这5平米的玻璃舱，这几粒微小的种子代表着一种恐怖的情绪价值，希望只要有绿色的植物能生长，人就不会疯。行了，妈，种子种下去了，等发芽就行了。我轻柔地把妈妈从种植舱里拉出来，关严了玻璃门，以防湿气散失。好，妈妈激动地擦了擦眼角。等过半个月，妈给你们包小白菜猪肉馅的饺子。就在我们一家人沉浸在这种奢侈的温馨中时，驾驶室的中控台上，那个被系统暴力改装过的车载气象雷达突然发出了一阵尖锐的红色警报声，警告，警告，后方气象环境发生剧烈的异常变化。爸爸敏锐地转身，一步跨进驾驶室，死死盯着雷达屏幕。屏幕上，在我们房车后方大约50公里的位置，出现了一片庞大的深红色阴影。这片阴影正以一种恐怖的速度，沿着104国道向我们疯狂逼近。爸，那是什么？超级冰川追上来了！我紧张地问。不是冰川，冰川的速度没有这么快。爸爸迅速地将雷达切换到后视摄像头画面，屏幕上显示出的画面让我的心脏瞬间漏跳了一拍。在昏暗的地平线尽头，没有风雪，也没有冰墙，而是一团浓郁呈现出诡异蓝白色的雾气。这团雾气贴近地面，无声无息地吞噬着沿途的一切。最恐怖的是，雷达显示那团雾气内部的温度并不是-80度，而是接近物理学极限的绝对0度，是死亡冰雾。爸爸的声音沙哑，透着一股罕见的恐惧。我在部队的气象内参里看过这种极端理论，当大气层冷空气极度压缩，会形成一种高密度的液氮级冰雾，任何接触到它的有机体或机械都会在0.1秒内发生彻底的分子级崩解，连钢铁都会脆得像饼干一样碎掉。这玩意儿的速度有多快？陈哥惊恐地问。时速至少120公里。爸爸粗暴地挂上前进档，一脚将油门死死踩到底。30吨重的履带房车在服务区广场上狂野的原地掉头，疯狂地冲回了国道。所有人回到座位，系好安全带。爸爸大喊道。这辆车的履带极速是100公里，我们跑不过那团冰雾。我死死盯着雷达屏幕上那个不断缩小的距离数字，手心里全是冷汗。跑不过也得跑。爸爸疯狂地踩着油门，房车在坑洼的冰封国道上狂飙，车身剧烈地颠簸着。系统有没有办法提升速度？我焦急地在脑海里呼唤。当前载具装甲过重，履带极速已达物理上限，若需短暂的爆发加速，需解锁等离子喷射滑翔翼模块。解锁条件：极高纯度钛合金500千克，航空级燃油1吨。当前材料不足。我绝望地闭上了眼睛，在这条荒凉的国道上，去哪里找航空燃油和钛合金？看前面，天窗上的陈哥突然地发出了一声尖叫。我猛地看向正前方的挡风玻璃，在距离我们不到2公里的国道前方，出现了一道恐怖的天险。那是一座宏伟的跨江大桥，但致命的是，大桥的中段因为极寒和超级冰川的拉扯，已经彻底的断裂了。一个宽阔、深不见底的黑色深渊突兀地横亘在我们的必经之路上，后方是致命时速120公里的绝对0度冰雾，前方是深邃、彻底断裂的跨江大桥深渊。这辆刚刚完成了空间折叠、孕育着珍贵绿色希望的钢铁巨兽，被残忍地逼入了一个十死无生的绝境。刹车！爸，前面没路了！陈哥在副驾驶上声嘶力竭地大吼，双手死死撑着仪表盘。100米外，那座宏伟的跨江大桥就像被一柄巨斧从中间狠狠劈开，近100米宽的江面上空，只剩下断裂的钢缆在-80度的狂风中像鞭子一样疯狂抽打。而雷达屏幕上，那团代表着绝对0度、能瞬间冻碎钢铁的死亡冰雾，距离我们的车尾已经不足5公里，最多还有2分半钟，它就会彻底吞噬我们。爸爸的脸色铁青，但他没有踩刹车，他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死死盯着大桥断裂处的边缘，脚下的油门依然踩到底。30吨重的履带房车在冰封的桥面上发出绝望的轰鸣。爸，你干什么？会掉下去的。我解开安全带，想要扑过去抢方向盘，看前面断桥边缘。爸爸猛地一指，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我透过风雪终于看清了被厚厚积雪掩埋的断桥边缘到底有什么。那是一架直升机，一架庞大的机身涂着军绿色迷彩的军用运输直升机，它的旋翼已经折断，尾梁扭曲，半个机身悬空在断桥的边缘，摇摇欲坠。很显然，这是极寒降临初期试图在这座桥上进行救援或降落，却被极端天气直接拍毁在桥面上的军方直升机。直升机的机身骨架是高强度钛合金，油箱里绝对有航空煤油。爸爸的声音在车厢里炸响，带着一种被逼到绝境后的疯狂赌徒气息。小月，准备下车，这是我们唯一的活路。在距离直升机残骸不到10米的地方，爸爸一脚将刹车踩死，4条重型三角履带在冰面上剧烈摩擦，爆出一大片火星和冰屑。房车带着巨大的惯性向前滑行，最终稳稳地停在了距离深渊只有5米的位置。下车，快！我根本来不及多想，防寒服的拉链直接拉到最顶端，一把推开厚重的车门，狂风夹杂着冰碴子瞬间将我掀翻在地。我手脚并用，
拼命朝着那架摇摇欲坠的直升机残骸冲去。还有2分钟，冰雾距离3公里。陈哥在车里看着雷达，声音已经变了调。我扑到直升机庞大的机身旁，机舱门是敞开的，里面结满了厚厚的冰霜，隐约能看到几具穿着飞行服的遗体。我没有时间去默哀，直接脱下右手的手套，将温热的手掌死死贴在直升机冰冷的钛合金外壳上。系统吞噬，连油箱一起吞了。我在脑海里疯狂咆哮。检测到极高价值物理材料，军用级钛合金800千克，碳纤维复合材料200千克，高纯度航空煤油1.2吨。检测到宿主处于极度致命威胁中，强制开启超频吞噬模式。直升机残骸瞬间消失，只剩下几具遗体掉落在断桥边缘的雪地里。材料储备达到阈值，隐藏模块解锁条件满足。消耗500千克钛合金与1吨航空燃油，正在组装等离子喷射滑翔翼模块。小月，快回来，冰雾来了！爸爸的嘶吼声穿透了风雪，我猛地回头，地平线的尽头，那团深蓝色的死亡冰雾已经如同海啸般扑了过来。它所过之处，大桥上的废弃车辆连发出声音的机会都没有，瞬间被冻成脆弱的冰块，然后在狂风中化为齑粉。距离我们只剩下1公里，我连滚带爬地冲回房车。爸爸一把将我拽进车厢，狠狠拉上车门。系统改装好了没有？我大喊。房车的2侧装甲突然向外翻折，2片由纯钛合金打造，呈现出锋利流线型的重型滑翔翼，狂暴地从车身2侧弹射而出。与此同时，车尾的装甲裂开，4个粗大的等离子喷射引擎口暴露在空气中，散发出危险的幽蓝色光芒。改装完成，等离子喷射滑翔翼已上线。警告：该模块耗能，当前航空燃油仅够维持一次15秒的极限喷射。15秒足够了。爸爸的双眼布满血丝，他没有挂到档，而是疯狂地将档位推到了最高前进档。所有人抱头防撞姿势。爸爸一脚将油门死死踩到底，同时狠狠按下了中控台上那个新出现的红色喷射按钮。4个等离子喷射引擎在瞬间点火，恐怖的幽蓝色尾焰从车尾喷涌而出，长达10几米，瞬间将房车后方的冰雪融化成蒸汽。30吨重的钢铁巨兽在狂暴的推力下，履带甚至脱离了冰面，直接冲出了断桥的边缘，向着近100米宽的江面深渊决绝地跃了出去。就在我们冲出断桥的那一秒，那团时速120公里的死亡冰雾扫过了我们刚刚停靠的位置。我透过后视镜震撼地看到，那座坚固的跨江大桥在接触到冰雾的瞬间，钢筋混凝土直接变成了脆弱的冰渣，轰然坍塌，坠入深渊。陈哥在副驾驶上发出了尖叫，房车在半空中失去了履带的抓地力，巨大的重力开始将我们向下拉扯。滑翔翼展开，爸爸双手死死稳住方向盘，大吼一声，车身2侧的钛合金滑翔翼在狂风中艰难地调整了角度，勾住了江面上强烈的上升气流，配合着尾部等离子引擎的狂暴推力，这辆30吨重的房车竟然在半空中不可思议地滑翔了起来。失重感和强烈的推背感交织在一起，我的内脏仿佛都要被挤压出血来。妈妈在后座死死抱着我，一声不吭。10秒、12秒、14秒，对岸的断桥边缘在视线中急速放大。警告：航空燃油即将耗尽，喷射引擎将在1秒后熄火。系统的声音冰冷，给我上去！爸爸猛提方向盘，等离子尾焰突兀的熄灭，房车失去了向前的推力，在距离对岸桥面还有最后2米的地方，车头沉重的向下坠落，一声恐怖的金属撞击声，房车底盘前方的履带惊险地磕在了对岸断桥的边缘上，30吨的重量瞬间压碎了桥边的混凝土，车身剧烈的倾斜，后半截车厢悬空在江面上，眼看就要向后翻滚坠入深渊。履带抓地，爸爸的反应简直犹如神助，他在撞击的瞬间踩下了油门，前方的2组3角履带在破碎的混凝土和冰层上疯狂刨动，发出刺耳的金属摩擦声。履带上深厚的防滑齿死死咬住了桥面，硬生生地拖着悬空的后半截车身，狂暴地向前爬行。1米、2米，整个房车沉重地砸在了坚实的桥面上，剧烈地颠簸了几下，终于彻底稳住了车身。车厢离死一般的寂静，只有履带还在缓慢地转动，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我们成功了，跨越了100米深渊，彻底甩掉了那团死亡冰雾。我瘫软在座椅上，浑身大汗淋漓，防寒服里面的保暖内衣已经彻底湿透了。妈妈松开抱着我的手，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眼泪终于不受控制地掉了下来。陈哥趴在仪表盘上，剧烈地干呕着。爸爸松开方向盘，双手夸张地颤抖着。他从兜里摸出一根被压扁的香烟，艰难地塞进嘴里，打了好几次火机都没点着。我伸出手帮他点燃了那根烟。爸，牛逼！我认真地说了3个字。爸爸深吸了一口烟，长长的吐出一个烟圈，紧绷的脸颊终于松弛了下来。这车更牛逼！他拍了拍方向盘，声音沙哑。系统，这次多亏你了！我在脑海里罕见地夸了一句。本系统遵循等价交换原则，宿主提供材料，系统提供生存概率。机械因依旧冰冷，房车在桥面上缓慢地向前行驶，远离了断裂带。过了江，
就算彻底离开了 A 市的地界，进入了向南的省际高速路段。爸，我们现在在哪？陈哥缓过劲来，虚弱地问。爸爸熟练地展开那张纸质地图，借着车内暖黄色的灯光看了一眼，我们已经进入了 H 省的边界。爸爸的手指在地图上用力地点了一下，距离 S 省的地热避难区还有大约700公里。不过接下来的路可能比刚才更难走。爸爸罕见地皱起了眉头。为什么？我问。H 省是全国著名的重工业大省，也是人口大省。爸爸严肃地看着我们。极寒降临，这里绝对是重灾区，不仅会有极大量的废弃车辆堵路，更可怕的是幸存者。妈妈敏锐地接上话茬，人多的地方，为了抢一口吃的，活下来的人会是野兽。爸爸点了点头，将那把大马士革开山刀重新插回腰间。从现在开始，除了收集系统必须的废铁和燃料，任何活人靠近这辆车10米之内，陈哥，你不用请示，直接用弩射杀。在这条南下的路上，我们不救人，只杀人。房车的履带沉重地碾过 H 省界碑上的坚冰，在这个残忍的零下80度废土上，我们这辆庞大、恒温20度，甚至还带着微型温室的钢铁巨兽，即将驶入真正的黑暗森林。进入 H 省的第2天，风雪稍微停歇了几个小时，但气温并没有回升，依然死死卡在零下78度。乌尼莫克房车的全地形三角履带在冰封的省际高速上平稳推进，车厢内恒温22度，妈妈跪在生态舱前，小心翼翼地用滴管浇水。仅1天1夜，全光谱灯下的黑土里竟奇迹般顶出了绿的让人心颤的嫩芽。老陈，发芽了！妈妈声音极低，生怕惊扰了他们。爸爸从后视镜看了一眼，冷硬的脸上罕见地闪过一丝柔和。看到了，照这速度，半个月后真能吃上新鲜菜叶子。陈哥趴在天窗的警戒位上，手里端着那把复合弩，眼睛死死盯着前方。爸，前面好像没路了，是一座山。爸爸收敛了笑容，拿起对讲机。小月，看地图。我展开起毛边的地图，顺着路线划去。爸，前方穿过太行山脉余脉，有一条8公里的黑风岭隧道。隧道，爸爸眉头紧锁。和平年代的便捷通道，在极寒末世却是致命陷阱。减速，履带切静音。爸爸果断下令。10分钟后，庞大的半圆形隧道口出现在视野中。诡异的是，入口没被大雪封死，反而被人粗暴地堆起了一道4米高的钢铁巨马，那是用废弃货车厢、H 型钢和生锈铁丝网死死焊在一起的。有人！爸爸一脚踩下刹车，房车停在距离隧道口大约300米的地方。大隧道里面有火光。陈哥举着军用高倍望远镜说。我顺着陈哥指的方向，透过巨马缝隙，隐约看到隧道深处跳动着微弱的火苗。隧道在山体内部，能挡风雪，里面温度估计在零下40度左右。爸爸冷静分析，对没有取暖设备的人来说，这是完美的避难所。绕路吗？我问。绕不了，走盘山公路得多绕400公里，燃料不够。爸爸眼神冷酷，只能硬闯。小月，查系统能撞开巨马吗？我立刻调出面板，载具、重装等离子履带房车、装甲、车头、高碳钢破冰撞角，能撞，但巨马是 H 型钢焊死的，硬撞可能损坏撞角，卡死履带。我如实汇报，不能硬撞，在狭窄隧道里抛锚就是瓮中之鳖。爸爸果断否定。那怎么过去？陈哥握紧了手里的弩。爸爸没有说话，而是仔细地观察着那道钢铁巨马。突然，他的嘴角勾起了一抹冷酷的弧度。小月，你的系统是不是只要接触到金属就能吞噬？对，只要是没有生命体征的废弃金属，接触即吞噬。我点了点头。好极了。爸爸拔出腰间的大马士革开山刀。等会儿我把车开到巨马前面10米处停下。陈哥，你用火力压制隧道里的人。小月，你下车，给我把那道挡路的破铜烂铁全他妈吞了。明白。我和陈哥异口同声。爸爸猛踩油门，30吨重的履带房车发出一声低沉的咆哮，毫不掩饰地朝着隧道口碾压过去。300米、200米、100米，随着我们的靠近，隧道里原本微弱的火光瞬间熄灭了。紧接着，密集的脚步声和嘈杂的呼喝声从隧道深处传来。有车来了，是活的车，好大的车，里面肯定有吃的，快准备干活。在末世饿了20多天的幸存者，在看到我们这辆散发着热气和灯光的房车时，爆发出的不是恐惧，而是疯狂的贪婪。房车在距离钢铁巨马精准的10米处停下，动手！爸爸一声怒吼，我迅速地拉上防寒服的拉链，一把推开车门，踩着积雪直接冲向那道高达4米的钢铁巨马。有人下车了，是个女的，抓住她！巨马后面10几个裹着破烂军大衣，手里拿着钢管、砍刀甚至自制燃烧瓶的男人扑了过来。清脆的破空声在头顶响起。陈哥在天窗上扣动了复合弩的扳机，2支高磅数的碳纤维弩箭穿透了巨马的缝隙，直接贯穿了冲在最前面的2个男人的大腿。凄厉的惨叫声在隧道里回荡，那2人瞬间栽倒在地，鲜血流在零下40度的地面上，迅速结成了暗红色的冰渣。他们有暗器，扔火瓶烧死他们。一个凶悍的光头男人躲在 H 型钢后面，疯狂地点燃了一个装满汽油的玻璃瓶，朝着我的方向狠狠砸了过来。我根本没有时间躲避。爸爸坐在驾驶室里，端起那把改装过的重型射钉枪，对着半空中的燃烧瓶就是一枪。粗大的钢钉在半空中击碎了玻璃瓶，汽油在寒冷的空气中瞬间爆燃，但由于温度太低，火焰还没来得及蔓延，就在半空中诡异地熄灭了。
只剩下几滴燃烧的残渣掉在雪地上。借着这个掩护，我已经顺利地冲到了钢铁巨马前。我脱下右手的手套，将温热的手掌死死按在了一根粗大的 H 型承重钢柱上。系统，给我把这道门吃干抹净！我在脑海里疯狂地咆哮。叮！检测到极高密度物理材料。建筑级 H 型钢3吨，废旧汽车底盘2吨，生锈铁丝网50千克，正在执行深度吞噬。下一秒，震撼、反常理的画面在那些幸存者惊恐的目光中上演了。高达4米的钢铁防线从我接触的点开始，迅速的瓦解、崩塌，无数的钢铁化作一道粗大、泛着幽蓝色光芒的金属洪流，越过我的头顶，倒灌进我身后的房车之中。鬼啊！那个光头男人惊恐地瞪大了眼睛，手里还没点燃的第2个燃烧瓶直接掉在了地上。短短10秒钟，横亘在隧道入口不可一世的钢铁巨马彻底消失了，连一根铁丝都没剩下。我迅速地戴上手套，转身冲回房车。材料储备达极高阈值，检测到恶劣敌对环境，是否消耗3吨 H 型钢与1吨废铁？解锁车载高压电网与顶部自瞄机枪，需自备弹药。解锁，立刻解锁！我刚跳进车厢，就亢奋地下达了指令。房车外部装甲剧烈重组，一层泛着幽蓝电光的高压电网迅速覆盖车身，同时车顶升起一座精密金属炮塔。陈哥，把复合弩和弩箭全塞进炮塔卡槽！我大喊。陈哥迅速将复合弩卡入凹槽，把50支碳纤维弩箭倒进自动供弹箱。顶部自瞄机枪上线，射速1发秒，射程150米。爸，路通了，撵过去！我激动地拍打椅背，坐稳了。爸爸冷酷挂挡，30吨的履带房车嚣张地亮起4盏刺眼的远光探照灯，强烈的白光瞬间撕裂黑暗，让躲在暗处的幸存者无处遁形。别让他们进隧道！那个光头男人绝望地嘶吼着，举起手里的一把土制双管猎枪，对着房车的挡风玻璃疯狂地扣动了扳机，大片的钢珠打在防弹玻璃上，连微小的白点都没留下。系统防御模式开火！我冷酷地在脑海里下达指令。车顶的自瞄炮塔在系统的雷达锁定下，发出了恐怖的连射声，机械上弦的速度快得不可思议。3支弩箭扎进了那个光头男人的双肩和右腿，巨大的动能直接将他粗暴地钉在了隧道侧面的水泥墙上。高压电网开启最大功率，我平静地补充了一句。几个不怕死、试图靠近房车侧面攀爬的暴徒，双手刚刚接触到房车的复合装甲，耀眼的蓝色电弧瞬间爆发，高达上万伏的高压电残忍地穿透了他们的身体。剩余的几10个幸存者彻底崩溃了，他们惊恐地扔掉了手里的武器，疯狂地朝着隧道深处逃窜。房车平稳地驶入黑风岭隧道，履带碾压过地面的碎石和冰渣，发出沉闷的机械声。隧道里阴暗，散发着一股浓烈的排泄物和尸体腐烂混合的恶臭，路边凌乱地散落着破烂的铺盖卷、啃得干净的骨头，以及几具干瘪的尸体。这就是末世真实的底层生态。我们一家4口坐在温暖、恒温22度的车厢里，看着窗外那地狱般的场景，默契地保持着沉默。小月妈妈突然地打破了沉默，她小心地端着一个精致的白瓷小碗，走到驾驶室旁边。刚才在外面冻坏了吧？把这个喝了。我低头一看，碗里是清澈的温水。水面上奢侈地漂浮着2片翠绿鲜嫩的菜叶子。在这个黑暗血腥的隧道里，我看着那微弱却生机勃勃的绿色，用力地吸了吸鼻子，眼眶罕见的红了。谢谢妈！我小心翼翼地端起碗，将那珍贵的菜叶子和温水一饮而尽。在这条长达800公里的南下死亡公路上，我们整整狂飙了半个月。这半个月里，我们遭遇过3次庞大的幸存者暴乱，遇到过2次足以冻碎钢铁的局部液氮冰雾，甚至在跨越黄河冰面时，履带险些被恐怖的冰裂缝彻底吞噬。但乌尼莫克房车这头被系统暴力改装过的钢铁巨兽，硬生生地扛下了所有致命的危机。装甲坑坑洼洼，履带磨损严重，车顶的自瞄防御炮塔也因为高强度的连射而卡壳报废，但我们一家4口全虚全意地活了下来。驾驶室的中控台上，那个老旧的 GPS 定位仪发出了一声微弱的风鸣。爸爸踩下刹车，30吨重的履带房车在一片广袤被冰雪彻底覆盖的平原上停了下来。到了！爸爸的声音沙哑，布满血丝的双眼死死盯着挡风玻璃外。我和陈哥迅速地扑到窗前，在距离我们不到2公里的地方，没有城市，没有高楼，只有一座庞大的半圆形穹顶，突兀地矗立在冰原之上。穹顶的表面覆盖着厚重的防寒复合材料，在昏暗的铅灰色天空中散发着微弱却震撼的工业红光。S 省国家级地下地热避难区，人类在绝对零度面前伟大的最后堡垒，终于到了！陈哥激动地握紧了拳头，眼泪瞬间夺眶而出，但爸爸的脸色却凝重。别高兴得太早，看避难所的大门。我拿起望远镜，顺着爸爸指的方向看去，心脏瞬间沉到了谷底。避难所庞大的合金大门并没有敞开，相反，在大门外围绝望地聚集着数以千计的幸存者，他们裹着破烂的衣物，疯狂地用手里的铁镐、石头，甚至是双手在砸着大门前的一道恐怖的冰墙。那是一道厚达30米、由纯粹的极寒冰晶构成的绝望之墙。因为避难所内部散发的地热与外界的绝对零度在门口交汇，导致大门外诡异地凝结出了这层坚不可摧的冰川，里面的人出不来，外面的人进不去。大门外
密集的尸体已经被冻成了坚硬的冰雕，保持着绝望的砸门姿势。避难所的重型工程机械肯定被冻死在里面了。爸爸冷静地分析，这道冰墙靠人力根本砸不开，他们在等死。爸，那我们怎么办？我焦急地看着系统面板，当前燃料储备无烟煤仅剩最后200千克。系统警告，燃料即将耗尽，地热引擎将在2小时后停机，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爸爸深吸了一口手里最后半根香烟，用力地将烟头按灭在烟灰缸里。他转过头看着我和妈妈，小月，你的系统能不能把这辆车最后的一点潜力全部榨干？爸爸的眼神疯狂，我果断地闭上眼睛，在脑海里疯狂地呼唤系统，系统，把车身所有多余的外部装甲、报废的炮塔、高压电网模块全部拆解吞噬，把最后200公斤无烟煤全部压进地热熔透引擎，给我解锁极限的破冰模式。警告：拆解装甲防御归零，引擎超频5分钟后报废。是否执行等离子热熔钻头最终协议？确认。厚重的装甲与炮塔瞬间化作流光涌向车头，在极限过载下，破冰撞角诡异的旋转发红，最终化作一根长达3米、散发恐怖高温的等离子热熔钻头。坐稳了，全家老小，咱们回家。爸爸挂上最高档位，一脚将油门死死踩到底，朝着那道30米厚的绝望冰墙发起了惨烈的死亡冲锋。2公里、1公里、500米，大门外那些绝望的幸存者惊恐地看着这头钢铁怪物轰然逼近，狼狈地向两侧散开。恐怖的撞击声和剧烈的水汽蒸发声同时爆发，等离子热熔钻头狂暴地扎进了30米厚的坚冰之中，恐怖的高温瞬间将坚冰融化成浓烈的高温蒸汽。房车在冰墙内部艰难地向前推进，10米、20米、25米，警告：引擎温度超过极限阈值，即将熔毁。系统的警报声刺耳，给我破！爸爸疯狂地砸着方向盘，伴随着清脆的碎裂声，30米厚的冰墙被暴力的彻底贯穿，房车带着浓烈的蒸汽和滚烫的沸水，狂暴地冲破了冰层，一头撞在了避难所厚重的合金大门上。哐当，沉闷的巨响过后，地热熔透引擎发出凄厉的一声撕拉，彻底熄火。车头那个恐怖的热熔钻头也因为严重的高温而融化成了一滩废铁。车内死一般的寂静，只有粗重的喘息声。我们成功了，彻底地打穿了生命通道。就在引擎熄火的10秒钟后，那扇庞大的合金大门缓慢地、沉重地向两侧划开了，一股温暖带着浓烈消毒水味和机油味的空气强势地涌了出来。门内是明亮的探照灯光，以及严阵以待端着全自动步枪的军方守卫。当那些军人震惊地看到打穿30米冰墙的竟然是一辆破烂、履带焦黑的民用房车时，所有人都不可思议地瞪大了眼睛。车里的人缓慢地走出来，双手抱头。一名军官警惕地拿着扩音器喊道：“爸爸！”平静地推开已经变形的车门，他从容地跳下车，标准地敬了一个有力的军礼。原北部战区第3后勤保障旅3级军事长陈卫东携家属请求入城。爸爸的声音洪亮在空旷的通道里回荡。那名军官震撼地看着爸爸，迅速地回了一个军礼。我和陈哥搀扶着妈妈缓慢地走下房车，外面的幸存者疯狂地顺着我们打通的冰洞涌入避难所，而我们一家4口安静地站在明亮的灯光下。同志，你们辛苦了，例行检查，请配合。几名全副武装的士兵走上前来，妈妈平静地笑了笑，她小心翼翼地拉开厚重的防寒服拉链，在明亮的灯光下，妈妈的怀里宝贝地抱着一个精致的白瓷盆，盆里是在微型生态舱里精心培育了半个月的翠绿鲜嫩的一盆小白菜。在这个绝望连泥土都被彻底冻结的零下80度卧室里，这盆鲜活的绿色震撼了在场所有的军人和幸存者。这是活的蔬菜。那名军官失态地瞪大了眼睛，声音发颤。我平静地看着视网膜上那个幽蓝色的系统面板，检测到安全的生存环境。末日战车改装系统圆满完成任务，进入深度的休眠状态。面板安静地闪烁了一下，彻底消失了。我用力地挽住爸爸和妈妈的手臂，深吸了一口避难所里温暖的空气。那盆极其鲜嫩的小白菜成了我们家在 S 省地下避难所立足的最强敲门砖。官方高层极其重视这盆在零下80度极端环境中存活下来的植物，连夜组织了农业专家对我妈进行询问。当得知我们有一整套完整的微型生态种植经验后，我妈被直接特招进了避难所的地下生态农业区，成了带头骨干。我爸那一手极其硬核的机械改装技术也没被埋没。避难所庞大的地热循环系统每天都有无数的金属管线需要维护。他穿上了印着安全标志的工装，成了工程部的3级总工。陈哥凭着极寒路上练出来的胆识和身手，进了避难所的治安编队。至于我，则利用以前做项目统筹的经验，在后勤物资调度中心谋了个文职。那辆伤痕累累、耗尽了最后一滴燃料的乌尼莫克房车，被我们极其妥善地停在了避难所最深处的重型车库里。它就像一位陷入沉睡的老战友，安静地蛰伏在黑暗中。转眼
3年过去了，地表之上的世界依然是零下70、80度的绝对禁区，冰川彻底掩埋了曾经繁华的城市。但在这座深达地底500米的钢铁穹顶之下，人类极其顽强地建立起了一套新的内循环生态。除夕夜，避难所的佩吉绽发了半斤极其珍贵的合成肉和2斤面粉。我妈从她的农业区用积分换回了一把水灵灵的韭菜。30多平米的地下分配房里，恒温系统稳定地发出嗡嗡的低鸣。我爸极其熟练地在案板上剁着肉馅。陈哥在一旁笨手笨脚地擀着饺子皮，脸上蹭了一道白面。我妈极其利索地烧开了一锅热水，水蒸气在并不宽敞的屋子里弥漫开来，带着一股久违的极其浓烈的葱花香。下饺子了！我妈极其响亮地喊了一声，将白胖的饺子推入滚水中。我坐在桌边，把分发下来的4副碗筷极其整齐地摆好。人类在这颗星球上极其渺小，却又极其坚韧。只要种子还在，只要钢铁的熔炉不熄，只要一家人还能坐在一起吃上一顿热气腾腾的饺子，这文明的火种就永远冻不灭。